去针对古董跟机械。 而且也是选这张图的话，其实对于艾维来讲，他是非常容易去干扰到你们的一个后羿的，马基也没修。是的，然后艾维他是什么呢？艾维他是比较常规的一个追击思路，他的追击节奏点击倒的话，其实比较时间是有一个区间在里面的。基本上还是围绕在闪现。好，来看一下这边起追的话，应该是要去找机械师了，直奔红毯的方向。对，然后这边把机械傀儡先放出来，技术机械傀儡。 然后再去管本体。但本体的话，其实也是在边拉点边操纵自己的一个傀儡啊。对的。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就卡住时间，基本上拿刀频率是比较快的啊，结实牵制还是有点难的。但这边的话，一个本体喷是没有喷到，而且对的，是想骗一下机械的走位，但是机械并没有上当。啊，这边也是出不了这个逃骗范围，所以说直接被架在这个里面，看一下，还在卡视角看。 但这边侵蚀度的话是比较安全的，20多没有上涨。但这个身位的话是有可能走地。平地刀了。对。想去本体喷一口，给到一刀喷到了。那样前面的话，伊斯人如果喷中的话是直接会满侵蚀度的，看一下。哦，喷满了。喷满了，给到一刀。这样也是做到了击倒，而且省下了自己的一个闪现。但你会发现，就是最大问题就是密码机很快，而且对娃娃在外面。艾维他有个问题，就是他的击倒节奏太常规了。 就是基本上闪现左右的一个时间。看一下，想往外去干扰一下木屋这边的一个密码机。没错，然后整体的进度的话，已经来到快3台的一个节奏了。把伊森召回。能看到这里古董商是压得很近的。对，感觉他们的安排也不是说让化险为夷的人来，就是谁就近的话，谁就先救一下。没错，因为这边闪现没交，可能想让杰斯这边尽可能去逼个闪现。 然后古董商帮忙去 OB 一下，看能不能去操作一手。这边先进行一个陪跑。他这边技术一下的话，其实古董商就不太能帮忙了。看能不能进板，强进不去。看一下古董商那边哦，飞轮清掉了自己的侵蚀值。对的。但是能注意到这边机械傀儡是刚破一上密码机啊，我觉得这一波的话，其实有一个问题还是可以让化险鱼过来，这样的话你起码双化险鱼能起到一个作用性。 就无论机械它能不能活下来，但是这边古董商修的话也是离这边椅子比较近的。对，然后给到一定机会啊，那这样子倒地这边救下，其实对于莫老师来说，尽可能不扛吧，闪现过来给到一刀。因为你卡位你之前是没有逼出来技能嘛，所以的还是没有办法让机械活出这个化险为之外的时间。对。 其实整体密码机看下来，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对，就自从机械上野之后，其实它整体会有点停滞啊，尤其是这把它傀儡的一个破译进度并没有特别多。就我觉得还是以化险为主。你既然带2个化险为，想去打结石这套体系，那你就不能说保持一个侥幸的心理，说，哎，我先让古董商来救一次也行。而且这边的话，再摸起来，再摸一下，其实他还是活不了。因为你飞轮也交了，而且现在是在一个逃骗范围之内。对的。 那这样对于妮妮来讲，她是无缝续上了自己的2手节奏，而且整体外面的密码机是完全不够的。是，然后现在2姐在手上，看下莫鲁斯的位置能找到吗？找到了，2姐落地下来，没喷到，还好，这一波是没有变路易的，有点危险的。看一下80多的一个侵蚀度，进逃骗变路易，那失去去清一波，没有选择失去。吃满的话，其实以前的路易持续时间会很短。 这边再变一波，那对于你来说有个博弈的机会，看一下怎么说，分段给一刀直接救不下来，因为以前路易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所以那一波的话，我觉得应该失去清掉这个侵蚀度，有一段加速，再过来变一段路易就会好救。空间会大一些，刚刚的话其实淘汰进度也比较极限了。那这样子救不下来，基本上这一局对于捏来说就很大的一个死抓面了。是的。看一下，想往外。 排一排，但其实人都在脸上了。想管一下这个娃娃。给一棍。但是意义不是很大。这边侵蚀度的话也是有56，只要补到古董商的一个逃骗是很难躲掉的。飞轮清掉侵蚀度，2姐落地再次喷满。对。古董商的话是一个挂飞的状态，而且莫尔士他肯定是交了自己的自愈。主要现在密码机差的还太多了，太多了，2台啊，就有一台80多的，还有一台新的。是，我把人挂飞之后呢，伊森直接调到你们那台遗产，包括说你之前是把自己的自愈交过了。对。
这边没有2阶，但是手上闪现还有10几秒。对，主要他本身也是一个半状态的木偶师，只有一段变身的机会了。对，基本不着急，就等你路易结束了打你就好了。这边翻窗也不敢翻，不太敢交互啊。喷满拉扯过来，这个变身要结束了。那这边没有自起，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找到大副的位置的。艾维是不太容易找不到人的，那这边大副是捡了机械的一个娃娃。对。但现在清掉娃娃之后，他把道具给换下来，所以说也没有第一时间爆点。那用伊森先去看一下木偶师的位置，然后传到墓地。这边伊森有耳鸣，但是没有找到排远的位置。这边有摸起来的机会。想过来摸这个木偶师的。对的，落地下来摸不起来啊，因为有张狂线。对。把怀表一交。那现在也是刚刚一样的，我可以等你怀表结束。对的。出来的话就。哎呦，差点还打到了。是。哎呦，闪现。好，那现在就是彻底等他的这个表结束就可以。对，没关系，不着急啊。对，因为你的人是在我脸上嘛。是的。看一下，利用这个位置去看大副啊。大副的话，确实3段表都已经结束了。对的，就基本上是拖时间了，但这一局肯定对于捏捏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4抓局面了。对的。然后一个技术2阶落地喷满，给到1刀，直接击倒。那是完成了一个4抓。是的。感觉这一局还是问题出现在比较多的。第一波救援开始。第一波救援开始，就我觉得，首先你接是这边，然后形成一个3点去关注。但同样，其实台球手他也比较难去反制这样的一些陪跑跟 OB 的。对。也有可能会陷入到被对面压制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切要看他前期一个追击速度了。是的。如果能减员的话，那我觉得脸上咒术跟气象的话，要不找一下气象，先找气象消耗道具。因为他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好，来看一下起追墓地，然后是往咒术这边走吗？没有，是选择赶中场先。哦，他是这边气象是直接修中场密码机。对，不过也不是说埋头就修啊，其实是做好了被直击的一个准备的。对。就开局也是可以先观察一下密码机的一些情况嘛。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单板去博弈一下，直接下板。这里的话，前面应该是要选择交道具了。我觉得前期在平地上还是比较难有这种拿到机会的。对。然后再进球，这边的话反手去找古董商。但是这里找古董商不太好追的呀。对，大家都是一个弹射起步，然后是一个满道具的一个状态。甚至古董商这里是双弹飞轮。对，他还有个飞轮可以操作你。对。给2棍，那没什么办法。就这个阵容真的是不太好突破。大家的一个牵制能力都太强了。对，晋级有点。哎，一个半弹过来。再给1棍，然后进前面短板，把小密码机封一下，闪现开刀。那这个飞轮的话，是交掉了。还是想去防一下这个闪现嘛。如果说闪现开不了刀的话，对于整体球胜的一个节奏会更好一些。是的。那在开启1期之后，其实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啊。对，那现在主球他是打的稍微晚了一点。对，稍微晚了一点。然后这个位置给过来的话，其实哪怕说真的吃到了，也不是很担心啊。看一下，抓到一个空地，4秒、3秒、2秒、1秒，子哥快结束了，能打到吗？哎呦，一个过板刀。这样的话也是做到一个3台多的一个牵制了。是。这一局如果说对于监管者要4抓是有点难的。对，因为毕竟外面还有2个化显围在外面。没错。而且前期整体的一个密码机干扰，并没有把他们那个破译速度拖慢太多。对的。求生方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机会就很大了，他们就要好好把握住，看能不能怎么去运营这个救人。直接给1刀。刀的话还是能够稳定救下来的。对。那这样也给到了过客一些拉远的身位。没错，然后这边选择应该是也是倒大腿的角落去，想把他抓过来。封住了不让你进板。不过刚刚看到这边是把
人皇那台密码机给封住了，对，说第5台的一个进度会比较慢一些。是的。但整体来说，还是救一波下来，基本上能压好。我感觉这波救下来可以去保一保、陪跑一下了。对，这个人拖了台密码机。哦，主要是最后台佣兵修。而且古董商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错。是20多的一个进度。然后这边气象学家压过来救，然后另外2边的话是选择让宙斯过来吗？宙斯好像是过来补马机还是救人？应该是过来救人啊，过来陪跑了。一个强风砸一板先，然后再救下来，以化险为夷，借个板弹。对，拉开自己的距离，但同时看一下咒术。对的，但是这里为什么要离队友这么远呢？我感觉他们突然就是还是想让气象先回去帮忙去破译啊。对，然后我倒到角落里，让咒术师再来 OB 一下。是的。反正是有化险为夷的时间嘛。就尽可能是离椅子远一点，然后咒术师这边拖你一个上挂的时间。没关系啊，就是消耗。是的。而且这样子的话，你还能再试一次。对，因为主球去交掉了之后，你现在10几秒的 CD 对于咒术师来说，他完全没有压力啊。对，而且现在密码机已经压好了，主要还是得拖一下古董商的自愈。来看一下，一个黑球抓到了，那这样子的话不能开，先等他挂上，然后再选择开。那这样的话就不用管了，因为本身咒术他这边也没有办法再去保了。对的，就比较常规吧。这一局的话，咒术师就在脸上，然后给你压力，然后另外一边2个人点门，然后也是压迫你必须要追这个咒术啊。那手里是有一个闪现在的。哦，黑球没抓到，这边抽刀再博弈，闪现过来直接击倒。那这样就彻底管不了小门的人了。第1把也是由 WBC 这边完成了一个7比2。对的，就这一把就很常规，就没有任何求生方也是跟你。感觉那我觉得这个阵容拿的还也行吧，这个阵容就没什么太大机会给你了。对，就是至少我的一个14牵制跟26我都有说法，是的，他的一个持续牵制能力是很强。不过捏捏这边是选在了红木马。那这样其实还是离园丁会更近一些。对，还要开局找园丁，那园丁有个盾，开局的话还是。也是直接去到终点站那个位置。园丁开局还比较稳定嘛。就有个盾在的话，也不怕你开刀，但是也不能太快。还是要优先把自己一个飞轮时间给续出来。是的。这的话，把关键板下一下，然后出来的加速，看能不能给到一刀。这边板子一踩，基本上没有地方转点了。给到一刀。那帐篷马上亮了，看一下。同时想封一下帐篷里的密码机，那台是救人位的嘛？对的。那这里对园丁的一个牵制压力就很大了，因为那台密码机是受到干扰的一个状态。刚才这边没好，还是能去交互。一个主球没有抓到，但是给到一刀，同样的一个节奏嘛。里面的话手里有个飞轮，这个主球应该是抓不太到，差点。先把盾给续出来了。对，起个盾的话也是拖压自己闪现击倒时间。这边骗下来，就算交了飞轮的话，其实前面是没有板子的一个资源了。是的，这基本上就要倒地了。是。先给到一刀抢时间，然后外围的话，密码机也是2台半这样子。但守墓人那台其实会越来越少，本身它就是离得最近的一个救人位。就这一局的话，捏捏他的一个管机子思路就不错了。反正就是你守墓人这边要救人，对吧？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把说红教堂一样的道理。我就一直锁这台，对，过一会儿这台就没了。没错，那救人这密码机，他等一下救完人回来之后就基本上空了，那这样这个半场的密码机就没有人修了。对，这边那个连击就一直无法破开。对的，这局控场思路我觉得是有机会打得出来的。这边的救援还想压一点时间。没错，给他一刀救下，本身选择往终点站的角落去牵制。这边主球的话还是封住了，那我再回头这边，这个其实有点离不开刚刚这台密码机附近了。就虽然说有个化险为夷啊，带不太走。对。那我还是能挂到刚刚的位置，然后一直对于守墓人进行干扰，
而且看到另外2个队友的位置会比较远一点啊。是的。如果要救的话，其实是要提前，但我看那2个人在起点站根本没有动。小刘家在桥上，对，还行。小刘家桥上的话是能来得及过来的，但有一手打拦截的说法。看一下这个位置已经过来拦截了，先把桥上密码机管住。那这个位置感觉要逼出小刘家输液，但是这个换位是往回走了一步，所以没办法砸板。那拿刀的说法，先逼救。化险兵还是能套上的。对。现在园丁是尽量不要在这个半场倒地了，我去起点那边。是的，但是这边的话，再利用主球去抓一下这个马戏团，让你不能修。对，那这个时候咒术就一定要拖这个时间了，无论是抢开这边的密码机，还是2个人补一下状态。但这局密码机差的很多啊，感觉如果说真的要拖的话，拖很久。所以说看一下咒术的一个操作了，一个蓄力刀没有给到。这样的一个单板的话，其实你没有出球的一个惯性在，其实对于咒术师来说压力不大的。而且本身他手里也有飞轮在。对，想去抓没抓到，但是拦住了来的路线，飞轮躲掉再给一点。而且这边是续出了一个盾啊。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咒术这波 OP 很成功啊，给一刀咒术没关系，他还可以接着跟。没错，这个时候巴不得你打我。那这样子的话，单板博弈闪现过来，那看咒术师这边。2层侯能不能拖到呢？主球 CD 马上就好了，3秒钟。对，看一下，也没有飞轮可以操作了。这边抓一下，挪过去抓到了，那没办法。但我觉得这波的一个 OB 已经是比较成功了，对，真的拖出来2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了。这波不 OB 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濒临到3抓4抓的一个局面的。是的。现在的话，密码机可以缓冲一下，然后他们也可以再去新开一台。对的，咒术也是直接走脸上。对，就给到你压力，因为毕竟你刚刚的闪现交了，而且看到他们最后2台密码机是起点跟终点。是的，就现在我就站出来去拖这个密码机，对吧？我就让我队友修，不让你去管，再给一侯，成功进板。对的，那主游这边是抓不到的。那密码机是能压好的。没错，推点过板给一刀。而且你是把闪现交了。是的。这个位置的话又不太利于你去管2边那个门。这里要走地窖的话，我觉得对于咒术师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手上飞轮没好，就2层侯，先交1层侯翻板。对，他是观察到了你这边想要去蓄力出刀啊。是的，主球一抓，再往前拉走，但这个位置，主要因为你要侯能蓄出来吗？蓄不出来了，好像。哎呦，没有办法进板。对的，虽然地窖就在脸上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做到。就看得出来，这道属是很想去抗压，很想去操作，但我觉得这把他已经是能把该做的都给操作。是的，是的，打出来了。就那个飞轮去把主球躲掉，然后去把人欧下来那一波还是很关键的。对，如果或者说终点站这些位置的话，蜡像师还是挺有优势的。对，对球神来讲，基本没太有办法去躲蜡，除非也是像我们讲的有位移能力可以好一点。对的。但这把要争多少，能挡住，然后看你来的方向，我再弹开啊，就不好追了。那果然这边蜡像师也是直接选在了桥上啊，鬼屋桥的那个位置。鬼屋是不太，你看一下这边也是直接去找终点的火灾。看一下过客这边的话，先把板子拍了。这种远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给你上到高蜡的，身位很灵活。没有上到，没有选择交气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站台上面。还是有远程连到蜡72了，还是比较高的。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定住一次，定住拉的话可以拉近一点身位啊。但可惜这边是完全挡住了。但其实对于蓝小福来讲，我离你越近，给你高蜡反而更好一点嘛。对，那这边道具的话消耗是比较快的。把重复封住，然后选择反绕过来。哦，那这样子的话，板弹、双弹都交了，而且蜡已经掉光了。对，前期拿刀的机会很小了。看下进单板，这还有一下队友的密码机，所以说就顺路封一下。对，因为这边拿刀概率是挺大了。选择想上一个80、90的蜡，然后去拿一刀，再给他秒定住。哎呦，这一边差点震慑的呀！如果说出刀了就震慑了，但是一个移形过来直接被砸了一板，
赶紧关门，不然又抓回去了。这边再选择上蜡，但是站台上面的话还有一个气囊，选择倒在站台最角落，再次利用到这个气囊了。对，那就不考虑那么多。这波牵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把移形逼出来了，而且我最后是倒在了终点半场。没错，然后密码机这边的话也是马上要开了，就在脸上。就看小说家能不能先抢开一下他这个密码。其实90多你不抢开也没关系，这个时候就会顺手补一下了，就不着急了。瞄准下来，然后封住，然后一个98密码机。这边的话，看一下小说家的位置，感觉是让小说家过来救吧。你封我密码机，那我就过来救人。是的。移形也交了，也不是很担心。能看到这边，那小虎的话也是推站很远，选择直接掏骗一刀，很稳定的一个救人。但是定住，把自己定，哎呦，这一波想换位帮忙砸板的。也同样给到蜡像这边是一个定点嘛，那高蜡。对，会有点亏，但是整体机子进度会少了很多。是。因为本身你这波就是没有画线唯一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还是会一直压到3站下面这一台。他虽然说已经进度比较多了，但总要有人花时间来破译嘛。对的。看一下，先封一下这边机子，然后再去拦截手大副，一刀开了2阶。对的。后面的话，对于火灾来讲，它牵制空间就小了很多。现在密码机还差一整台。这边基本上是不太能牵制了，我觉得就往拉走。对对对。倒得越远越好。那等淘汰之后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讲，他手里移形也是好的，外面还有一整台密码机可以让他去控，加上求生，他现在状态也不太好。对的。还说底牌。然后这边是在调整状态了，先调好大幅的。那密码机分布的还是比较远啊，这基本上管不住的。对，我可以在2个半场一边修一台。这一波的话，你看到鬼板已经在开了，然后大副补好状态，然后压过来。对，你现在只能走过去管一管，因为你真把技能交的话，终点站的机子就马上起来了。是的，然后这边也是察觉到已经到鬼屋了，所以小乐家先拉开。但其实我觉得他会有点犹豫了。不太清楚，因为两边像鬼板刚刚也是松手了，就没位移啊，主要亮师这个角色没位移，还是比较难去在这种局势上面去争的。而且这边的话陷入到了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不太清楚人在哪儿，所以说让终点那边的一个密码机已经修到一半了。他现在不单只不知道人在哪里，他得知道这个不知道的人在哪里，同时又是什么角色。因为传送落地，如果是一个大副，他也不好追。是的。那这边先追，交技能了。先追小家，但这边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牵制的区域。然后医生过来帮忙扛刀，然后一个热辣先开起来。小说家手里是有飞轮的。对的，飞轮是没有清掉，但是拉远的距离，远程直接喷倒了。看一下这边空调的话被摊刀，但是是医生。没关系，你只要不把他打倒。选择扎针，直接原地能扎。能扎不上，但是密码机压好了，还好。对，就相当于他跟小说家换一下，换成他牵制。那这个位置的话还能再继续牵制，看一下，先把自己的血线提上来一点。如果这边击倒医生快的话，他是有机会拦一下门的，因为当时大家没有很多的充裕的时间去贴门。对的。但是这位置能做到吗？击倒了，门的话40多，但是小家这边我记得是有一本书页的，所以说哪怕说你真的这一波传送过去的话，一个换位还是一样能走门。你看一下小说家的一个位置到哪里了？那没事了。但是他判断错门了。对，那没事了，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确实是对于监管选手来讲未知的一个信息。未知的。因为确实在医生跟小说分开之前，小说家是往起点站走的。对。主要还是迷惑到了吧？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平局拿下。我觉得电击去抓人也不行，你不关电击抓人呢也不行。就是你可能更多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很早期的时候，我先给到一刀比较快速的一刀，然后打你一个信息差。就是当你去碰到密码机有电击了之后，我去追你，然后拿一刀放在自己最主要的一个防守的目标上了，更不可能在追击的过程中说，哎，我在队友不能切的时候，我就平地给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区域选择这边也是直接选到了结实的脸。好，来看这边是连拿密码机，
点完之后直接往前走。那这边陶安的位置的话，也是在往大门转点啊。会进入到大门废墟，但我看他也不太想说直接冲着机械去了。这边想上远程店吗？守墓人这里能下铲也不着急啊。对。选择直接追守墓人一刀先。哎。哦，把铲子打掉，但没关系啊，拿存在感。是的。那对于影射来说，开局第一刀还是拿的比较快的，能接受。我觉得这时候对于他真的是要这种东一刀西一刀，看能不能打乱求生的一个节奏。对，因为你真的常规打的话，大家都会应对了。是的，这样子拿第一刀之后，再转过来追一下机械师。是的，那这边看你们，没有选择交电。想要预判他的一个位置啊，对的，这边及时的反走了。封的是窗户。对，有点着急了，因为身位比较远啊。对的，那其实这边也不敢随便交互啊，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技能。扛一刀，重新换一下电，然后移形骗位置骗到了。奇迹是好的，但没有选择交，因为刚才结实把飞轮交掉了。把板子下了，那这一刀应该也是很难拿到了。那前面应该机械还是能进这块板啊。对，因为你降临交了嘛，降临交了之后，你单一个奇迹是拿不到刀的，有点。来，再放一个娃去卡位，你只能硬打。那这样子，但你因为是红电，这个娃娃还没消失。想骗，然后抓娃娃刀给娃娃上电啊。选择开2阶也行。那要不就不追机械师了，我直接出去找别人。人一乱打乱了，你现在追机械师收益是最低的。对他还是个反状态，别人还是能给他扛。但是外围已经3台多了。对，我只能说有风险，他现在只能追求自己说有个快速击倒的机会。没问题，这边还是一个能隐匿自身位置的法罗，对于你的上电来讲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定住了。但位置比较远嘛，还是能够脱离你这个范围的。对的，然后躲一下奇迹的点位。而且法罗手里有个飞轮，还是能够去给你消电的。有刀，打的比完了，急。他以为是没有翻窗。是的，那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3台半的一个机子了。这个击倒要花很久了。对。毕竟法罗现在还是个很健康的状态，外面队友也能给他扛刀。没错。给一刀，外围的状态太健康了，这一把感觉拿不到刀啊，完全。感觉已经是冲着舞台的一个节奏去了。是的。因为法罗每次你差不多觉得要拿刀的时候，他的这个逆技又给续出来了。是的。这一段时间就完全没有拿到机会了。看一下这边平地有刀吗？好像打不到，找不到位置，翻窗之后才知道。这边上电的角度都不给，一直给你绕这种高。对，走位的话还是比较神秘的。那这样子再给一刀，但还是没有到倒地状态。机械能够帮扛啊。是的，因为台密码机的进度已经很多了。没错，60多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知道密码机外面快好了，还要选择抓吗？不抓了，选择得去管一下密码机。但是空调这边的一个状态很好啊，它是一个满状态，甚至还有应激。但是外围的话，其实还有另外的密码机在动。对，另外2台的进度也很多了。带领过来。主要是你把法罗也给放出去了嘛，它外面那个破译速度是非常快的。是的，状态是都控下来了，但是这密码机快压好了，我可以不救的呀。对，移形也交了，这个时候我哪怕说我直接开了，心里自己倒一个都没事，你捡不起来。对，心里自己玩自己的就行了，就是选择出去管机子。但现在70、80的密码机太多，但是外面4个红电，你打谁都不会倒。对，而且同样进度也都差不多了。对的。但有问题还是，我觉得可以直接亮，就不压密码机。没带回光返照对，太多了，太多没带回光返照的了。但7刀亮也行，7刀再亮也可以。对，直接亮。那这个时候的话，心里是有个红电的，没连门，给红电的话心里会倒。选择交香水回香，这边红电给上了，心里能不能消掉？消掉了，这样子没倒。是的。脸上点门的话是守墓，他现在是最不怕被追的那个。对。他不担心，他可以给压力。这一局我能接受平局，对吧？然后这边
2个红电，心里那边哪怕说倒地也没关系，这边一心没好是管不了那边的。那守墓人这边的话也有圈，先下铲子，那往前挪，你打还是不打呢？不打的话，这边有没有机会掏下来呢？想降临，但是有人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啊。犹豫了一下，看一下。但这个人主要靠单人救，单人救还是有点难。对，得要其他人给压力才行。这个不太能救的。是的。对，因为你毕竟一个人救肯定救不到啊。对，主要是你身上没有电，有电的话，然后队友帮扛，那还能救一下。就感觉有点堵了，说实话。而且就以这个门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救下来也比较难去，其实有点怕被拉扯起来。对，怕被拉扯。就我们理想中杂货商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嘛，但是其实这几周下来，发现杂货商这个角色他很容易被陪跑啊等等这种情况去牵制出节奏的。对，你的一个触发球商是有一定反应空间的。对。也确实是选在了勘探。找就找入夜石了。入夜石的话，开局直接拉点会暴露。但是位置，所以我选择原地蹲，这个风险真的很大。但你别说，收益也很高啊！一旦躲过去，那就是一辈子。就打非常规。是的，是吧？就让你猜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前期教鼠的位置就并没有拉得很开，一个藤蔓过来，但是走位非常好啊。对，拦住了，还去了一个方向。前面碎石的话，压制位置不让你打洞。哦，还洞还打出来了，高啊。对的，个贯穿洞，但是祭司的牵整力还是有点难受啊。碎石在压制位置，这边吃碎石的话，一刀就倒了。看一下碎石压迫，哎，铲住了碎石，震一下能翻过去吗？翻不过去啊，那直接击倒。对，天赋还是太堵了呀！你没有牵制天赋的话，你这种交互上来讲还是比较吃亏的。4个单化显为宜。那现在节奏得让勘探员来拖了。佣兵第一波救援的话就，让祭司倒到勘探能拖的点位就可以了。是，但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再倒地了，再交一个化险为夷也行吧。主要是怕他们的选择太有限了。因为牵制的时间不太够。震一下。而且你得先救下来，比较危险啊。按出来躲不掉，那就往这边角落倒。对，看到勘探员已经修开了，现在得往这边赶。对，这样子开门战之前肯定是有2挂了，主要是。对，除非说你这边保到换挂勘探员嘛。对的，再缠住。然后这个位置感觉勘探来的，感觉都有点来不及。那个磁铁丢到椅子面前，但这里。防了一手，再牵起来，这个距离感觉吸不到了。对，已经离椅子太近了。是的。那后面这个人就一定要保住了呀。对，一定要保着换挂。他对于那天来说太好打针对了，现在。这消失。这边的话，看一下，这时还是吃一刀救起来会好一点。对的。弹开，选择救下。跟祭司有沟通，我下来是可以秒打洞的。这不就一直陪跑，然后再利用一下这个洞。对的。有一个重金之托的长刀，但有人在跟的话，其实还是不太好打到祭司身上。是的，重金之托想打侧刀，但没有打到。哎，再打一个洞过来，但是跟上了，还在绕圈。藤蔓吸住，但这个没有人踩，想卡位卡住，弹开了。藤蔓能不能躲一下？躲掉了。但这里的话，想打侧刀，2个人过来扛到了。但这边对于聂来说技能还很多啊，开个门，但是不选择进去，因为知道有人会堵门，所以说再绕过来，藤蔓交出来。那我觉得这个藤蔓可能还是会被卡掉。再躲一手藤蔓，绕回去，勘探员指点还能再去弹开。没有炸到啊，刚刚的一个碎石。现在好想快点击倒闪现，不给机会。是的。那这一波的话，基本上没办法，知道你的视野交完了，也知道你们后面密码机差的太多。感觉还是第一波让勘探员过来保会更好，因为你不能让他上2挂，你上2挂的话，这一局就没得打了。
那这样子的话，淘汰掉之后，对捏来说，现在就没什么太大压力了。对，慢慢打了。给刀这刀，自导入殓他们也能接受，本身自己是有一个灵柩在的。是的。现在是2台密码机一起起，然后反生的话就让入殓师自己牵制。自己反吧，就毕竟刚才前面切过闪现了嘛，都交了。而且另外2个人其实他们的化险为都交出去了。对。台中女之托，然后这边看一下。给刀。那现在最好要让勘探跟佣兵有个换位，因为入殓是一定要上2挂的。对的。佣兵的状态实在是没有办法救援。没错。让勘探员过来救。对。救下来之后的话，入殓他自己会有一个灵柩的，所以说最好让勘探去替入殓。打到这个开门战的一个针对啊，最好不要让入殓他那个灵柩有发挥的空间。就感觉这一局对，看一下救人吧，感觉保护太难了。开门战也是一个上挂飞，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拖下自己的闪现时间。看到过来，想打一手针对，打入殓是针对，但是都有回光返照。开门，棺材交出来的想堵住位置没堵住，给一刀。主要是他要是能把棺材给到勘探员的话，还会有一些说法。但颠颠这边一直打到他自己的针对就没有办法，不太会放弃，没办法，你没有牵制天赋啊，就谁自己牵制其实都牵制不动，你只能说依赖于队友陪跑，然后把这个牵制打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也是随着门点开，两边出门，对，完成一个平局。对的。那也是出门了，也是让我们恭喜北京 WBC， 对的，成功拿下比赛胜利啊！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又进大概率不双倒，这个你可能手椅上面就拿不到太多节奏了。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之前看他的一些就是拿4抓的一个局势嘛，他其实很多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手椅。比如说你像大副我是感觉大概率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是的，不过聂西的话是选在了拱门附近。这样的话是直接锁到大房的这个人。但是是一个气象啊，你能跳，我能飞。好，首追目标的话，还是要选到这边的一个气象啊。刚才的话有在想，他可不可能去中场进行一个追击，但是还是大房的地形会更好一点。不过还好，大房这个地形反而还是前期比较能牵制的。这样直接2段跳隔上出来，熟练度非常 OK， 还那就刀了呀！细节躲掉一个风，这就是博弈呀。开局20秒直接去拿到这样一刀，而且他还交了第一个道具。那么现在道具是在 CD 的，2条跳过来，能不能把这个道具给画出来？还行，画是画出来了，不过感觉前面贴身位还是贴的比较近的。没错，这样给到一个风的话，那下一波的一个这个板踩完之后还要去交道具了。而且这波跳过去的话，感觉有一个窗口的直接预判。还好这个风也是甩到了，那移形好了可以直接交3段风全部交完，没有技能了。这的话是直接击倒，其实时间的话是50多秒。是的，太快了，而且这里是拿到了一个震慑，存在感也是拿满。因为他这把带一手底牌还是比较需要这个存在感开技能嘛。是的，现在把人是挂到拱门附近，还能去赶到这个守墓人。这样的话压住了守墓人的一个密码机。可以观察一下大房这个附近有没有3连，还是有的。那等下的话要让气象去带走了。其实守墓人作为一个依旧位来讲的话，他还是有双倒的压力的呀。不过还好，就是他盾铲的话会比较好去拖时间。他救人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稳，但是双倒有可能。看一下掉下来砸一刀守墓人还好，这个救人速度还是非常之快，但是气象是没有26的。他这里往这边倒地的话，还是想让守墓人去破开他原本的密码机，然后让18这边的可以贴过来救人。已经是提前贴过来了。但是他是没有很难有一个26和36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是没有 OB 位嘛，所以操作不了，只能说挂的稍微慢一点。对，应该整体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这边上挂，然后木偶师呢看能不能无伤去把这个化险为夷套出来，守墓人要考虑补状态了。
往外跳，想打一个拦截，但这个方向不太对，人已经在2楼等好了。哇，求生这把的一个打法是非常求稳的。18跟下来，木偶师这边没有吃压力，以前给一个路易直接掏，就是一个保状态。那这样的话，他可以一会儿去找一下那边。是的。 这样的话，他们是选择开圈让皮下倒角落，然后木偶师去给守门人补状态，这样2个人都能回。哇，指挥也是分配的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你木偶师在化险为夷的时间是有干事情的。对你摸1个人等于摸2个，这样木偶师满状态，守门人也等于是满状态。感觉也是对于开局可能倒的比较快的一个局势，他们是有练习过的。 怎么样去中期去安排这个工作？你看，像密码机只差1台，而且3个人状态都很好，道具也很充足。是，那你后面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去秒续第2波节奏。对，对于弗莱迪来讲的话，他现在虽然说2阶移形都在手，但是这个密码机的压力还是有的。而且，怎么样去让第2个人快速击倒呢？而且现在的话，他还是得去先排人。库岛这边也是很稳，隔着很远就直接往大房后面拉点了。 这个纪律性太好了，这样体验下铲只能说用擦刀给打出来，而另外一边呢，已经在修最远端的密码机，跟大房的密码机形成一个对角线，这样不管你守哪边，你都守不住。而且调香师的话已经是提前贴过来了，又可以去帮忙破译一下，又可以等着一会救人，不会被拦截。没错，这边是2个人站脸上，1个人在修远端，蹲在脸上，刚好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 但是就算你发现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也不伤嘛。是，而且现在因为马上就要开门战了，所以他的技能还是想有点犹豫。感觉是不能交了。他这里是打一个拖体力值的一个玩法了，尽量的消耗一些道具，拖一些体力，开门战看能不能打一个处理。2个人直接抢大房，再是给你上压力，逼迫你回大房。你只要来大房这个方向，我立马补上这边小房的一个密码机。追击直接放下去秒回，吃1刀。 但是还是达成不了一个击倒啊！但感觉这里的话，还是得先把调香师打成一个上挂才行。是的，但是时间的话不多了。艾迪一个点位跳，但这个追击落地没有砸到，调香师立马回速到2楼。密码机现在已经非常多了，要压好了，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考虑去安排天门了。看一下守门的走位，再一个点位跳。但皮皮张他是不吃压力的呀，直接放香水，配合这个黄反招直接走了。 不过这样子打的话，其实开门战他可能拖的时间不会说特别久。是的，跳过窗来，这个断窗的话已经翻过好几次了，要注意。直接切传送了，对于这个门的时间把控也是比较好。但是脸上的话是一个最能牵制的木偶师，还有这边一个坠击一刀击倒。 我感觉那边是比较难了，因为管不到散门了已经。他当时就在门口牵制，只要你敢走，我是第一时间点。而且守门人他是不贴门的，他就在中场晃。你传大门，我走小门；你传小门，我走大门，就是跟你保平局。哇，这一局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监管跟2个传送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个位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加上唐人街，它这个地图的话，其实是从远距离能够看到有没有人在点门的。对，所以这个点是给到监管者有一个更多的多抓面的。也就到了。所以说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你这个开门战的拉扯是最关键。然后就是前期了，如果说你牵制的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你是可以去保平争胜嘛。那如果说你牵制时间没有那么上来想要冲着中场先过去。哎，其实他这个位置一般都是往小房的方向来。对，其实感觉这个点的话，可能还是追灯笼门会更快。对，但他这把是想要选择从这个木偶师身上找节奏。那绕一圈来到大房，也是预判到了木偶师有化险为夷，但他这把确实是一个双弹加化险为夷，直接是很快的逼出了第一个路易。 这的话上去得直接拍板。那前面因为他的双弹交过了嘛，没有办法去翻下面那个窗，只能走板区。那还要再去搏一个路易了。搏去的话是没有抽到，稍微卡了一下脚，但是还是得交啊，格局还是太快了。那这个板子感觉得搏一下。
尤其看能不能转不走了。对，能不能去蹭一个板弹，感觉很关键但如果。拍了往上转的话，其实那又要交道具，而且前面还要你板吃刀。前面已经下过踩对对对过了呀，，他就得玩刚才那个板，他不玩刚才那个板，他要连吃2刀的。这里又一刀这里，是翻不了的。嗯，感觉还是转点上面稍微有一点而且很危险的是脸上有一个人，他的密码机91能强亮，那还好，因为他这里是选择把人挂过来，而不是直接过来踹。他如果说直接冲过来不挂人的话，这个密码机有机会踢掉。是的。那那这样的话，相当于你是闷了一个技能，感觉这个差很多啊！他刚才如果直接冲过来完全不一样。踹，有机会直接踹60的。而且踹的话是只剩下2台，现在起码有2台半。对，那现在的话，他这个时长是没打出效果，不过追的还是比较快的。呱呱的守门人已经早早贴过来了，打一刀。但参议这边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对的，这木偶石的话，哪怕我交了一波路易，也是拉不开的。而且你转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在化险为夷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对，感觉他这把其实这个双弹带的收益就没有那么高了，他只用了一个弹射嘛。就只用一开始的那个双弹，对但他后面其实双弹的利用率太低了。他其实有机会去配合自己的路易再交一波板弹的，但是感觉还是差一点。那看看这个技能能不能去使用出来吧。监管者这边他其实也难受，他节奏虽然好，但是他这个技能不交的话，就感觉总有点怪怪的，浪费。这边也是贴过来捏了一个云，然后现在又换成一个风。如果技能用不出来的话，其实整个对局就会比较偏向于平局了。是的，我们直接锤硬控一下，给到木偶是一些身具。但这边是没有什么牵制点位了，上面的板子已经拍过。是的，想了想，上楼不如走1楼。对，就楼上的话完全没有机会牵制。对，这里还有一个弹射能用。对，看这个板区博弈了，交弹射，假走位，但是格局太快了。还有这边断影控了一刀，前面能翻窗。那感觉是有个隔窗刀的机会。是的，因为这里身位实在是不太够了，有点太近了。这样的话，把木偶石挂飞，密码机还差一台整。这边通缉到了魔术师，还好不是在补状态2个人。不过那边是有暖雨的，他也知道2个人的位置。放一根魔术棒卡位，但前面这个窗户还是翻不了啊。但密码机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最后台的破译阶是，段。感觉魔术这个位置可能被秒啊！再放一个魔术棒，极限翻板，但是这个点位太危险了，没有安全点，还想再翻这个窗，但格局太快了。也恐惧，这就是歌剧演员呀！但是外面的话，其实密码机只有20多，完全可以进入一个控场节奏。是的。也就是说，现在求生者他们要。来回的进行一个拉扯局了，因为这边密码机肯定是要被守的，直接果断切传送传过来，守门得赶紧过来救。气象这里是单道具来抗压，交一波回速，一个强风交出来，但是这个板区还得搏，还好，节奏是稳住了。但是现在的话，你还得去大房破一台新的密码机，而这里的话，一旦气象被击倒，那守门人还要面临这一个拦截的压力，或者说我再去换追你的魔术师。是的，这的话还是得去搏一下这块板子。没错，哇，感觉哈尔德一个博弈还是非常稳的。教训的话，他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什么节奏，这交一个毯子也是拿下了气象。但救完人之后，因为那边刚刚没有破译，所以那台密码机只有20多。而且现在他不一定要去管这个气象啊，他现在其实可以管密码机了。对，谁修我揍谁嘛，对吧？现在的话，我就是拉扯你2个半状态的人，因为你没有状态，也没有道具，让你的救人位疲于奔命。这样的话，你不是在救人，就是在被我追的一个路上，你是没有破译的一个时间的。果然，这一路扎到魔术脸上。感觉魔术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呀！哇，恐惧震慑这4个大字，感觉这把是看了1遍又1遍，已经看了3遍了，好像。是的。这里还有个地下室。呱呱这边的话也是忙坏了，赶紧再贴过来，因为知道你肯定不会手乙的。强求反而是不着急，因为他这边的话传送也是要拖好了。是的，这里其实他选择还是挺多的，这里可以先逼一个守门人铲子，如果他下铲的话，就可以直接走。
对，然后再过来压力你的气象，没道具呀、如果说守墓人不下的话，其实这里就掉状态，后面也救不了人。对，那这个时候肯定有同学要问，对吧？你说求生者他没状态，为什么不摸箱子呢？因为你这边摸箱子，那边就要上挂了，你就没有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了，所以他只能修机吃压力。那修机吃压力就会被追，被追了就会倒，另外一边再修机再吃压力，这样的话监管者就没有动，控住了。对，所以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时间的。而且这样来回打拉扯的话，其实你现在修的是少的那台密码机，再来一刀守墓人，你压满就气下密码机也不够。对他这里是又可以手乙打针对，又可以去传这个魔术师，他选的太多了。而且应该是知道这个海尔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想打一刀针对刀，密码机也不够，能不能扛到？能扛吗？很关键。两个人在这边很稳，不着急出刀，来了一个卡位，不愧是呱呱，反应也是很快。再帮你卡位，交一个回速，能来得及吗？再卡位没卡住，密码机94。哇，其实就差一点点了。那这把应该是能确定拿到一个多抓了，就看求生能不能先走一个。传送其实还是捏在手里的，是的，但他还有很多去排门的机会，因为刚刚也是知道有2个人在哪的。对，但求生他修机的时候应该是知道地窖位置的啊，他修这台密码机是肯定知道地窖的在这里。那么守墓人他是可以考虑后面来蹲这个地窖的。现在先去大房赶一下雨秘书。没错。你现在的话，反正我就不着急嘛，找到一个人去硬追也能拿下第一局的大比分。直接传过来了，瓜这边手上还有一个铲子，但这个铲子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支撑到角落的地窖的。是的，是的，主要是另外一边的门才刚摸到嘛。这样的话，把唯一的2块安全板一踩，那应该是被架住了，没有办法。也是燃尽了吧？感觉求生者这一把就最后通过自己的一个极限的操作跟拉扯，拖出了走1的一个机会啊。但这把走1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前期我觉得可能在是 GS 那边选的嘛。如果说你确定了求生者要打冒险家体系，我觉得你要不就还是搬艾维，然后把你另外的角色放出来，因为冒险家你像邦邦也是能对的。但道理是个道理啊。但是你想，他如果说他打仙没有，选择了。这样的话，他是可以有一个往木屋拉点的角度了。那不用多说了，这把肯定是奔这个冒险家来。不过这把的话，想让14人顺路先去大门寄宿一下，这样沙包的密码机也能稍微干扰到。然后这边冒险家是直接开始挖宝了。反正你第一时间找不到我的话，我就先抢一些这个破译进度。第二时间过来找到的还是一个古董商，再传喷一下，想要直接追古董66的一个侵略度，但本体稍微被卡住了，得等下一波的一个14人的喷，那个异族本相怎么样去教吧。预判一下，先本体喷，不让你回头看，然后再喷前面，前后的一个夹击拿到这一刀。那现在闪现好了的话，感觉也是比较难去牵制了。其实有说法的，因为他刚从这个正面喷完，你不可能再看正面。对。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再看另外一边，等下一波的一个寄宿了。其实他就是等一个 CD， 等 CD 一好。感觉过去就差不多该交闪了。对，而且他这里跟古董商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让古董商也没有办法去打机关消。看看有没有这个闪现的说法了。不过手上还有一个飞轮，要小心。再喷一口，不让交道具，然后再 A 闪。哇，细节真的是做到位了。密码机的话，现在差不多是3台不到。但冒险家身上还有一个树叶嘛，还能再加50的一个进度。干扰一下飞行家，大副也是赶紧贴过来。其实古董商身上的机关消还是有挺多的。对，因为没有交过道具，那有点怕被打止戈呀。这里的话一直在盯着艾维看，直接来2棍3棍，13秒的一个时间。那能够拖出来一个话，9一的时间。是的，古董商选择主动去接这个侵蚀度，反正你出不了刀。
想打断一下翻窗，还没有来得及。是的，这样的话你捏着个飞轮还能提高一下牵制的上限。没错，这样的话一个云门，但是云门的方向好像不太对，歪了一点点。它这应该是朝向的问题，它没有朝向这个窗户外。其实这波如果说能够云门出去，其实他还是要花挺多时间去处理的。对，他这里如果云门出去，你又得翻窗，而且我还有飞轮，还能再操作一波。有点失误了。感觉这里至少亏了20秒。但是他前面那波机关小很秀，对吧？对。打了3棍，所以也拖出了不少时间。有冒险家的局的话，对于球队来讲，起码说保平应该压力没有那么大。大夫再过来喷一口，打一刀。其实密码机差的并不是很多，差半台多。有2阶的话，这古董上他也很难活呀。这个落地想交飞轮预判，但是没有第一时间交喷，喷躲掉了。哇，还能再往角落里带一会儿，还好这个位置比较差。对于求生者来讲，求生者他没有36，不然的话就危险了。但这波等到你挂飞古董方，其实密码机是差不多能开的。是的。看看求生这里的看门站的一个运营了，先让海尔往小门去贴，然后大门是留一个冒险家，告诉你。他现在直接开的话，其实伊斯人是到不了小门的，能够稍微偷一点进度。没错。这样的话，看一眼小门到底有几个人，发现只有1个人之后呢，他这样本体也得往大门调了。然后海尔这边也是收到消息，赶紧撒手。求生的话配合的也没问题，但是脸上的冒险家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被找到直接闪现击倒了。不过这边的话，暂时也是没排到。是的。那你小门那边又能去偷一点进度了，但是冒险家再传过来，想打一个冒险家针对吗？他这个14人现在跟本体都在一个半场哎，他这就很难去控场拿多抓了。但他这个闪现直接感觉也没有说想要去拿这个多抓。是的，应该就是。感觉就是想找到这个冒险家，然后准备闪现带走，然后保平。先稳平吧，艾维先稳平，这样一个窥视者。是。但是我抓一个，然后我用兴奋去防另一个，应该还行，对吧？我就硬追一个，因为你打弓箭手的话，你只要射我就站原地罚站。沙包的这个点位还是非常好的，你进可以去大防玩牵制，退呢你沙包这边是有可能刷2台密码机的，你的破译速度会变快。所以说这个位置你如果说打军工厂的排位啊，看一下寒冰弗莱迪。那这里肯定是先从中场压过来了，但是他也不一定着急追脸上这个人嘛，可能会去逼个表，然后师傅再换追别人，就等一个盾结束再来找园丁也可以。还是在不停的压迫枯草这边的，把这些踩掉。枯草这边是一直没有去交表啊，就你不交围龙的话，我是不愿意去交出怀表的，甚至于说有时候你交了围龙，我都得跟你板去博弈一下。是的。还是求稳了。这寒冰弗莱迪他排大副的位置还是排得非常准的。是的。一个博弈，第2盾表交出来，回头就走，园丁我来了。时间差不多了。是的。这样的盾马上要掉，一掉我就放围龙，而且你是一个纯博，对，是留刀了，就得抓你这种有化险为夷的位置嘛。这样过来找一下皮皮虾的一个援助，这刀没有拿到，给你钻了过去。第2时间笼子被拆掉了。平地刀是没事，有愿力，马上就有愿力了。哦呦，这里还是处理的比较快的，但是脸上还有个皮皮虾要处理。这里的话没有围龙去防 OB 了，得拖些时间了。而且愿力确实会比较少，那也只有20多，也不够。交一波后撤的一个婢奴。下面马上有愿力了，应该是把弓箭手给隔绝起来，想要拿刀交飞轮，马上太攻，直接射满，再反正回来，操作非常丝滑。第2时间跟，但是方向不对。第3时间拿到1刀，但是笼子也掉了，而且已经交出来了绝处逢生。园丁起了，弓箭手这边只吃了一个1/4的伤害，感觉稍微有一点上头了，想要硬抓弓箭手，再打1刀。技能应该也被读懂了，应该不是兴奋，而是一个闪。他是主动跃龙去吃掉你的一个撕裂度，但是下面的话，弓箭手他还有一剑，
密码机已经是掉的有点多了，因为前期你换了一波节奏，相当于你重新去追一个新的满弓箭、满那个龙骨弓的人。是的，这弓箭他就算倒的话，求生也是赚的，因为他是一个飞轮，而园丁是一个搏命啊，搏命走了。这波再叫维龙过来击倒，其实密码机的一个镜头已经非常之多。库岛这里是直接走到脸上过来贴。 感觉他这里不能硬手，可能要考虑偷袭一下园丁，或者说要不就直接过去底牌切市场踹一脚，先把平局给拿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密码机进度其实你是很难去稳平的。要赶快做抉择了，一个月龙过来偷袭没问题，很漂亮的一波换追，这样把园丁抓一铲可以踹一脚吗？选择先挂人，大副过来想要强亮。 先挂的话，其实差这个密码机应该是99，因为它这个声音的话是非常多了。那再过来拦截，对大副的第二波救人，但还是太近了，而且这两波救人都是把道具给省下来的，18可以原地去站盾，那刀也没有那么好拿。 白吉这边的话他是有一个拖自己愿力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反正的方向不太对，被这个大石头给挡住了，又飞掉一个笼子。那这边库岛直接过来挡刀了，不想让你打到我园丁了。最后一台只差10%了。是的，还要打到一个针对刀，但是前面可以摸头，2刀是肯定够了，一刀恐惧射密码机也能开。开，大副还有表。 而且弓箭手摸了一个护腕，这样的话得赶紧处理掉园丁啊！能做到吗？两个人一起钻，这刀空了，前面18还能再钻一波小木鸭，能做到吗？还好，赶紧跟上。但击倒了之后，其实有一边门已经他只能去切船了，对他这个地方愿力是不够的，想要往库岛这边去赶。但中场的话，其实他们还卡了个人，想要过园丁。那大门已经开了，而且库岛手上还有一个怀表呀，这个距离。 一个超远的意识能不能预判到？库岛这边一直在拉，弗莱迪是知道大副在脸上的，选择回头主动摇表，完了只能放弃这个人了。要不要切移形呢？哇，他现在真的很紧张啊，感觉这个一爆点的话，那边赶紧跑了。这个园丁先没摸。第二段的一个表没有了，第3段也没有摇到，但这里可能还要去吃闪现，再跟钻，距离太远了。 一个月龙，2个笼子，成功击倒大副。但是击倒大副之后，其实他的时间有点不太能够去挂这个大副了。他得挂呀，大副也他不得不挂，但是他其实时间上面不太够的。没有交互自愈，现在他对于他来讲，这个地图上面是一片黑，他不知道人有没有走门，得切一个传送。但是他不能直接传，而是给求生上压力，他要找那个来救人的人，只能赌了。 现在能否找到脸上那个人是关键，没有听到耳鸣，接传门口什么都没有。那求生者这把的思路很明确了，他们要拖挽留，因为大副那个门已经30多了。是的，挽留的话其实只有20多秒。要知道园丁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这把求生者如果想的话，他们甚至能够创造一个4跑局。很紧迫，那边乌鸦爆点了，弗莱迪这里赶紧回来防守一下，但是没有失误了，什么？ 这样的话，救下来了。一换过来极限卡半，18也从上方赶紧绕到门口。现在弗莱迪过来，最多应该是只能留一个了。交飞轮还顶掉了这波的偷袭。直接近点的话，那边处理不了，只能回来去管月亮门。我的天，手忙脚乱了呀，这个局势。再一个月龙，能看出来，这波开门战确实操作有一些变形啊。月亮门现在马上已经要被摊开了。但是皮皮虾应该走不掉，可以留弓箭手。 但留弓箭手不够，是，毕竟他这把得是保一个平局嘛。再给一个8字，皮虾这边在维龙门等你出刀，还好。但是那边已经是3个人也是果断出门，那这样的话也是拿到了一个3跑，可以恭喜这边的一个程序技，对吧？在第1局跟第2局，感觉求生跟再去找园丁。 但它相比起爱哭鬼来讲呢，它好的点是我前期可以利用我的击球点，去不停的封闭你的密码机，来让它进行一个回退的这么一个情况。对的，
而且地图也是这下一个密码机的话，还得再多花击球点，你的击球点就不太够用来追击了。是的，这个选点其实对于球员来讲选的蛮不错的，因为这样的话台球手前期就没有办法逛街去消耗求生者前期的一个破译速度了。是的，是的，而且你这样封密码机的话，其实看一下他开局，先去往3板的方向走，想去干扰一下3叶，3叶也是直接朝着木屋去牵制。这个点对于3叶来讲还是蛮稳健的。基本上你没有主球的情况下，还是挺难对于莫尔斯造成一个伤害的。对的，感觉这个位置要去追木偶也会花掉起码1分钟的时间。他现在应该就是先限制一下莫尔斯的破译，然后呢再去声东击西，去把外面密码机一封，等于说他可以干扰2个人，然后再去追第3个人，就是园丁，他顿消了。但你看这边求生者其实已经开始拉点了，对，到星辰的位置已经开始走掉了。是。他知道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啊，所以他也是提前往大房方向拉，就看小谎言这边能不能预判到了。耳鸣已经消掉了，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耳鸣，所以很难去排星辰的位置。等到前面这个耳鸣起来，确定人已经进到大房，很难追击。是的，立刻起了一条新的轨道赶到大房，但是也无所谓嘛，毕竟闪现也才刚好，只要有一个闪现的身位就行了。看这个位置会不会直接要不要防一下呢？都直接闪下去，没有闪，倒是直接用球下来了。想跳下来的话，身距还是稍微有点远，但是也拉近了蛮多位置了，而且园丁已经换上了一个护腕啊。对，护腕再拉远。这个地方想起盾，那就先把没来得及踩板，又用上了一波板弹，可以再拉很远的点啊。等到小谎言这波贴脸，求生者手里先是道具交掉了，但是没有一个拿到身位，没错，加上手里的击球点全部消耗干净，这把对于小谎言来讲，前期的追击可以说是被对手拿捏住了。是的，而且这一波板子一下跟你绕，你就算闪开，但其实马上双弹又好了，又可以到201窗里面去跟你玩。而且本身园丁也是有庄园老友的嘛，这加速能够让他转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对的，那现在场上密码机进度是接近2台半啊。如果说主球释放的足够好的话，也可以把人给击倒，但是密码机也是马上3台了，地窖已经修出来。看一下主球没抓到，但是位置还得倒。对，主要是他刚才击球点已经不够了，这里星辰是想原地续个盾，但是也没有续出来。那也没关系，到时候可以压一下自己的一个盾嘛。就看一下下一波救援了。对于前期来讲，星辰是牵制的非常不错的。第4台、第5台密码机也已经在破译了，选择让勇次郎来救第一波。哎呦，这一刀直接拿，那这个淘汰进度感觉没有卡多久啊？对，感觉像是挂上没多久就开始救援了。主要是园丁他本身是很耐做的，你这样的话基本就等于是一个秒救，而且还是没有化险为夷的秒救。这边赶紧把盾给续了出来。盾一压这个位置，感觉又能在这个板能翻吗？来得及吗？翻的，可以。还有一个弹射，那这个板弹可以再绕一圈啊。是，前面又能交双弹。小谎言这里的主球出现了一点问题，哎呦，他拉的跳的也太远了，出问题了。是。星辰双弹再拉一波，你现在主球进入了18秒的 CD 中，这个密码机是完全白送给求生者了。是的，只能再上一波车，但是这个位置再上车的话，感觉其实用惯性，看一下这惯性，还是拿到了刀，相当于是化险为夷结束之后还拖了20秒。密码机对球员来讲是稳稳能够的。是的，更何况下一波可以让大副来套一个化险为夷啊！就算园丁他没有回光返照，但其实也是能够撑到4个人开门战的。就看到说大副能不能扛一刀了，如果能扛一刀的话，可能对于这把来说就是稳定的4人开门战了。所以小谎言他这边想要破局，去关勇次郎这个位置对于咒术师来讲也不算特别危险，把大房的密码机先封起来，让他回退一点进度。另一边凌云不着急救，慢慢来，可以压到最死。他哪怕吃震慑，但只要把人救下来都可以。一个主球，那现在勇次郎得躲，哎，拉回来了，拉回来了！哇，还好没被打，但是求生者反应很快啊，是咒术师过来了，直接让他开宝莫斯去修最后一台。对，对于球员来讲，这样的一个思路也很好，针对打到了。没错，那接下来就全看勇次郎的发挥了。他这一波是真得站出来扛住这个压力了，必须保到4个人开门战。现在对于小黄人来讲，手里闪现有7秒钟，看看要不要直接去处理掉这个咒术师呢？是的，但是这边好像拉得有点远了，勇次郎来得及吗？来是来得及，保持一个很安全的位置闪，直接交闪，哎呀，一点都没有扛住啊！那现在挂飞原地以后，还能继续挂这个咒术师。是，另一边密码机刚回退一波，所以现在对于球员来讲，得直接亮。是，直接通电了。主要是因为前面2板的位置那个椅子没有刷，好像，不然他不用举这么远。
那这波永昌手上还有4层猿猴奏像，对，地下球在脸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这一波主球先是规避掉了，3层后直接交。没错，那边小门还没有贴上，这个进度刚碰上，有双弹，而且小谎言手上是没有闪现的。但是这个位置板窗其实都消耗的很多了，主球进入 CD， 这一波很有可能跳地窖啊！看一下能不能操作。对于小谎言来讲，板子一踩，再交一层猴，想往地窖上面躺，直接出刀打飞，不太好。另一边来得及跳吗？差一点点，甚至莫斯交了路易，想要加快自己的移速啊！感觉最后如果说永次郎最后建筑绕一圈，说不定这个时间就够了。我感觉绕一下树吧，绕一下树，因为其实他可能跟队友之间沟通的这个阵容的话，前期的追击目标就得要好好去斟酌一下了。经过了一波长考啊，最终选择了歌剧。他的歌剧熟练度还是比较高的，是。然后那这样的话，踩板又会比较少。哎。那前期的话，弓箭手都是比较远的，如果要摁追，那只有脸上的木偶师。但大房，我觉得他其实是不太想去的。对，要不就直接去找一找大。来看一下雨梦的一个追击目标，没有往大房的方向直接去走，是中场要去找气象了。哎，但气象第一时间并没有进外楼梯啊，选择往外拉，他可能不想进入一个被1追2的节奏。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外置位，我觉得不太好牵制歌剧啊。这个位置有点危险，都是大空地，对于磊磊来讲啊，他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牵制身位。哎呦，雨梦躲了几下强风，但还是没有躲开。磊磊这边板子可以下，但是这块板子有一个板弹的博弈，怎么说还是拿了刀。歌剧还是快啊。对。加上雨梦这个歌卷员熟练度也是非常高的，前面有一个陈云直接上楼梯的机会，也是使用了这个小技巧，但雨梦自己的隐约是断掉了。那这样的话，胜局拉得很远了。对，而且闪现还有10几秒，这样的话大房绕一圈，接着莫尔斯帮忙下个板，感觉是可以牵制起来了。不过还好，大房密码机好像是在外面的。那这样的话，那块长板一会儿可能气象得自己下，自己下的话就有一个被闪现闪到的身位。对，现在强风已经捏好了，看一下雨梦这个位置，这个闪现下一波要在板窗区那个位置怎么交了？是的，这里有意思的再躲一下强风。哎呦，但强风还是反弹触发，直接闪倒。是的，你自己下板的话，就是会给到一个拉的比较近的身位，没办法。或者说，对于莫老师来讲，可能开局的时候去把那块板子下下来，气象现在的话，应该也已经在2楼，然后去窗口避闪了。是的，你就把这块板当成什么呢？当成我们玩红教堂地图中间的那2块板，谁修中场，谁先把那2块板下了，对吧？给队友进行一个转点的作用。反正肯定都是要溜到这个方向来的嘛。没错，莫老师用自己的一个肉身去把这个那个隐约撞断了。这样的话，雨梦也没有办法给到莫老师很大的压力了。是的。对吧？内在带了化险为夷，所以也是准备让他来进行一救。哦呦，打了一个震慑，还好是莫师啊。这里再打一刀气象，气象应该是往大副的方位去走了。这样的话拉开一点，看一下莫尔斯破译完脸上的密码机，还得去补大副的下一台。对，感觉说可能对于莫尔来讲，要不修完这台就再接着新修一台吧。是。毕竟外场大副的密码机已经修开了嘛，可能再救一波人之后，密码机就差不多能。哦，我说的是大副的第2台，对，第2台已经40多了，所以他还是得去找大副的那一台。那这样的话，把气象给挂上，这一波大副来卡这个淘汰进度是能够卡得很极限的，但是求生者的最后一台感觉还是有点少，因为莫尔斯这台一直在被干扰。对他想让奈仔出去再兴起一台，然后这个时候大副救完人再去把这台密码机补亮。是的，主要也是大副刚刚是跟他的队友一起合修，所以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太多的遗产的。哦，对，他前面可能因为自己马上去救人了，所以没有开新的。对，这个位置被打出来，对，隐约撞到磊磊身上，想要去看看能不能打一波针对了。这边也没有道具了，只能往大门倒。弓箭手修完应该是能够再帮忙辅助 OB 一下。对，就看这个弓箭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拖出来了。但是想拖一整台密码机，我觉得还是太难了，有点难的。我就摁让你射下来呢，对吧？我射下来以后，我再打他，你一点办法没有。哎呦，一个飞轮在后侧避弩，躲掉了这一刀。看一下，还在大板区波一抽刀抽到了，那感觉马尾得走了，不然的话自己也很危险。是的，现在自己反而非常危险了。但是，哦，这边还是骗了一下，没有过来。出去看一眼，捏着回速不着急的，这个时间差给雨梦打出来了。那接下来就看一下怎么样去续第2手节奏了。外围3个都是比较残的状态，没错。但是这一波关键时刻他断掉了隐约啊，3个半状态，雨梦其实是
有闪现可以很快的续上节奏的，这把他是有增多的机会的。看一下这个人在板口有意识到吗？倒是不用管，先去找狮子，想要去逼一个这边那个怀表。是的，那就可以回速。因为刚刚脸上其实耳鸣起的很早，木应该是有人的。没错，但是他这边没有选择回速。因为外面其实求生者密码机并没有在破译啊，对他来讲不着急的，他这个闪现完全可以留着等传送，是全是半状态，哪台密码机抖我直接传，把那个人给秒了，第3段表空了。那这样的话，雨梦就肯定要是去击倒这手大副。那这把多抓了，这把应该是多抓了，外面还在进行调整，手里底牌也还在，而且捏着。对，而且被挂到了最后一台密码机边上，就30的密码机。对，你现在求生者两台机子全在大副脸上，想修的话只有210窗，那两个距离又这么远，完全足够割据去打一个让求生者疲于奔命的节奏。是，现在底牌还在手里，雨梦完全可以直接去处理奈仔，然后再回来接着手也可以。但看这个想法，应该是想去中场排一下来救人那个人。我觉得直接逼是最好的，逼完把那个210窗人打倒，他再传送到这个月亮门这个地方来控，这样的话他密码机是完全能够把握住的。对，马尾那边冒压了。那这样的话，马尾很危险了。我觉得雨梦完全可以拉出去了。是的，因为另一边密码机是在抖的，这里是不可能救得下来的。这个距离被发现的话，这里回速还捏着，这个位置想骗一波，回速拉近身位，箭射中，后撤秘鲁再补一下，但这个距离他还是救不了啊。对，手上的技能还在，这个地方。是的，拿一刀，看一下210窗那边还在破译。现在对于 GW 的全来气啊，这个决策要做得好一点，要看看这把能不能走一个了。直接交闪，那底牌先传送，后撤秘鲁已经没有了，前面 OB 的时候交掉了。哎呦，100的撕裂值，这个闪现废了。那这样的话，密码机有机会够，但是关键的点在于马尾他这把没有带回光返照，所以求生者可能得找机会直接把密码机给通电了。亮了，然后要看这边马尾能不能撑住，骗到了。有点难，开的是210窗的密码机，那这样的话应该会先往大门方向去排一下。我觉得这个人直接挂了，因为这把其实雨梦只要3抓 X Team 就可以拿下第1局的一个大分。对，而且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对于奈仔来讲，他门也不一定点得开的。是，看一下来不来得及，时间非常紧凑，两边都在争分夺秒。但雨梦这个速度非常快啊，熟练度很高，还在往前冲。但是莫尔斯那边是可以吃2波刀的，所以对于奈仔来说，他并没有放手的义务，直接点门，很接近。看一下第一波路一骗出来，来得及吗？直接给刀，那这样的话，肥胖牛拦一下门，卡住门口了。哎呦，直接打倒。那这样的话 ，X Team 在第1回合就拿到完成了4抓。对的，上来就是一个7比2啊。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后期也没那么害怕弓箭手来 OB，所以关键点是医生的第1波牵制的怎么样了？对，但感觉压力也挺大的。其实对于歌剧来讲，这样的一个阵容也蛮麻烦的。目标应该就直接冲着医生去了。或者说，要不就干脆不追医生吧，感觉追医生会陷入到对手一个沼泽里面，直接去找。来看一下进入对局，追击目标还是要放在医生上面。那这样的话就要去硬碰硬了呀。3叶是一个窗弹，直接往大房拉。开局进入追击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毕竟全点就在隔壁嘛，离得不远，但是没办法，这样的一个地形，大房还得绕一圈。是的，中场的话，在一个板弹想拉走吗？哎，小谎言这里想换目标了吗？他觉得，好像思路好像就是要去找医生，但是第1波没找到。他好像是从边上绕了一下，发现医生还在大房里面。其实前面如果说板弹往外拉走的话，可以拉很远的身位了。对，那3叶这里打算吃1刀再回到大房进行牵制，还是说蓄力刀？应该是要绕一圈。是的，回大房。那这样的话可以再触发一下自己的窗弹。对。然后小药瓶已经用掉1个了，两个全消。对，那这样给到自己点保障。是。前面这个位置触摸效应触发，身距拉的还是比较开的。前面110窗应该是进不去了，应该要先吃1刀。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考虑来帮忙 OB 一下了，星辰，因为你毕竟就在附近嘛。对，直接往2板走，这个位置星辰是完全可以过来补一剑的。医生又是一个板弹，可以绕到下一波的板子，看一下能不能逼出闪现。经常回速翻得过去，没打到，那状态得交闪了。但是交出闪现，弓箭手可就在旁边啊。是的，不过他好像没有第一时间靠过来啊。想着第2时间射箭吗？应该是要过来，
对，想宝岛下哇，直接命中核心，很准，看一下扛到吗？没扛到，没扛到刀，那就没办法了。但也没关系，这个位置星辰好像还能拖，但是椅子刷的不太好，感觉星辰得直接走了。是的，这把椅子如果没刷的话，那其实他后撤秘弩呢是可以多拖一会儿的。然后星辰直接再去开接下来自己的第2台，让这边佣兵救完人之后，化险为夷，或者说飞行家再来补这台，是的，都可以。看下雄者这边的安排，飞行家的位置被拦到了，佣兵那个点距离也蛮远的，所以这波还是选择让勇次郎来进行一个救援。对，玄庭还把这边的一个回速逼出来了，是的，非常赚的。那这个距离的话，有没有可能让医生进大房去倒呢？好感觉有点，像没有，应该是准备让医生去倒到墓地去了。直接倒到墓地角落，不干扰密码机。因为如果说硬打那个大房角落的一个倒法的话，可能也会让弓箭手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就不如倒在一个无人区，等到时候佣兵再来救一波，换成一套时间，说不定还能拖一拖。没错，但这个进度来看的话，雄者的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甚至这把医生呢，他是带了回光返照。对，到时候佣兵可以再摊点密码机，手里3个换，到时候全部交掉也没关系。是的，永次郎那边选择交背包去跟佣兵进行一个换位。这个位置勇次郎要稍微牵制一下，不能那么快被击倒。哟，那永次郎直接被追，看一下小黄岩，对，还是要选择去找一下佣兵，这样的话还是干扰到了一定的密码机啊。中场那台会少很多，直接拿一刀，这里要帮忙卡板了，要开始扛了。是的。如果说扛出这个话，小明，直接不管了吗？没选择扛吗？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扛的呀。对啊，佣兵这会再来会不会有点晚了？这是什么配合啊？没打好，感觉如果是佣兵卡那个板能够拖到化险为结束，感觉医生是稳定能把状态打回来的呀。对你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50多了，这个密码机节奏直接不管了吗？这样的一个想法，感觉可能会亏很多啊。而且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呀，他有回光返照的人你是能扛的，你扛到弓箭手那台修完，然后弓箭手再过来 OB，4个人直接开门战。传送落地想要去找弓箭手，但弓箭手这边提前到了小木去做好准备了，求者想打拉扯。那真的是 X Team 这边想保平求稳。没错，毕竟他们第一局呢有一个7比2的比分嘛，可能也是想着没必要打那么拼。把这样的一个思路贯彻到底也行。但是毕竟是歌剧啊，手里拖一拖技能，这把其实还有机会能争3的。是的，再一个接下来这个节奏怎么衔接了？再一个回数还是想管小推这台密码机，但这台进度已经很多了。星辰这边一直在给骚扰，这个耳鸣其实一直让小黄也没有办法抽身去找外面的人。现在雄者也是在墓地新起了一台，正手里2根秘弩加2根龙骨弓，根本碰不了。凌云这小推出现，但小谎言并没有发现他。其实这一波如果打倒凌云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续节奏的机会。这个耳鸣看排到了，半状态的佣兵就只有1个护腕，这可能要倒了。但那边的密码机其实修的很多了。对他这波打倒的话，关键点在于什么呢？跟上把节奏不同，上把外面全是半状态，这把外面全是满状态，他就算来找，他其实也不太好续上节奏。是的，星辰一直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让小黄这边去挂人的时间也没有。是的，他这波得快速击倒弓箭手，这一箭射空了。然后呢，飞行家可以去补中场原来留下的遗产。但现在话有个时间差，看小黄能不能抓得住，因为另一边补到密码机要花点时间。是的，手里技能马上好，看看要不要考虑一下吧。我觉得得去处理这手弓箭手了，得深追了，不能传。是的。他去赌一下，看一下这弓箭手有没有可能没有带回光返照，因为另一边的密码机是有时间差的嘛，才60%。如果击倒了，还能再打波上移。又是一箭，怎么说？第2箭很可惜，没有射到比较高的一个撕裂值。对，小黄人这边歌剧演员的熟练度也非常高啊，一个空地隐跃直接把这个身位补回来了，思路是非常对的。那这一波再把人挂上，看一下是选择让飞行家过来救援，密码机是压好了。就看一下这波开门战的处理了，因为弓箭手现在手里的一个道具是没有了嘛。那就看一下小谎言这边开门战准备怎么打吧，他好像是想打针对。想打针对。是的，但是这边星辰是有回光返照的，密码机最后一台是离门比较远的。在小推的方向，所以小谎言这一波呢也是有机会能够完成一个多抓，就看他上来干扰这边的一个勇次郎点门。是的，他这里先把勇次郎处理了，那么弓箭手去走小门这段时间，他是可以用传送再补上进行一个拦截的。而且勇次郎手里是没悬停的，他的一个喷气背包没什么威胁。
一个回溯，第2段背包怎么说？下板卡掉第3段，很漂亮。哎呦，秀起来了！这里再翻，很可惜没有板弹啊，所以没办法去拉到下一个板去。对，短板博弈了。中场黎明的一个2名是稍微漏了一点点。看一下接下来小黄人的一个操作，他知道中场是有人的，传送落地，门边有人。 金城手里是没道具的，看一下这个位置想排一下吗？哎，直接回溯，没错。那这时候可以去压佣兵的位置了，另一边的门点的会比较慢一点点。没错，因为他其实到了门边嘛，他觉得这个门进度应该是不太够的，就看能不能有机会拿佣兵2刀。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啊，来不及。对，门的进度已经到达了80多，这个位置形成卡一下就好了。想断一下他的引跃，往前走。哎呦，拦到了弓箭手。对，林云这个位置没把 监管者卡好，是的，那个门其实还是差一点点。如果说凌云能够肥胖流堵住割据的话，那么星辰是有机会能够出来的。是，那这里得赶紧先把佣兵给逼走，就是给到了 GW 的一个机会了。现在是一个3比1。嗯。就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当时如果凌云把人救下来以后，一直跟着扛刀的话，我觉得结果他不可能会比现在差的。就是你一直保这个你的克星啊，你根本管不了他，他全局呢，他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定格，一直释放在密码机上面，增加队友的一个破译。是的，那你如果说闪飞行家，对吧？你有可能闪空就，如果是大副，感觉可以追一追，或者守墓也行吧。是，但是佣兵就碰不了了。对，因为佣兵位移能力实在是太夸张了，他就前期逼你的副腕。来进入对局，看一下雨梦这边。 第一波好像是手滑直接交出去一个击球点啊，是的，那有点浪费，有点小亏。那这里继续逼一逼求生者吧，我觉得他把人给逼离3连其实挺好的，这样的话他后期有一个3连可以控。对，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不要让佣兵把这个3连兵马机给破开，他找机会能够把人给逼远，这是最好的。 但看一下雨梦现在的一个想法，好像还是得要去外场找人，3连好像没想着开局就去管。先跟一跟。 毕竟现在击球点也不算特别多嘛，而且闪现还有20多秒才能好。在找飞行家的位置，他可能猜飞行家大概率带的没有回光返照，是，所以想追飞行也可以。但是这第一波下车的身位啊，还是比较远的。没错，飞行家那边蹭一蹭板弹，还能再牵制一下。这就是隔着2块板子在看呀。自己的悬停都没有必要去交啊。闪现还有1秒钟好，但是。 退杆出来的位置还是有点远，要闪开了。开，那在这里也是硬吃了这一波闪。下一波的话就得看他的悬停以及喷气背包对主球的一个反应了。这样直接交吗？是的，悬停再拉开一波距离，这个主球直接废掉了呀。还有击球点可以连进去，看一下怎么说，要续一手吗？没有。开板想去封一下密码机，思路也很对，但是没办法，脸上飞行家能牵制很久啊。是的。 这个窗是可以翻的，而且还能触发窗弹。对，那这样的话，你其实下一波身位也没有了。下一个主球 CD 马上好了，但是人家喷气背包也好了。但是这里的话交的还是比较早。主球关到吗？应该是能抓到了。是的。哦呦，强行进去是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击倒，但这个时候你看，时间已经1分50秒，接近2分钟了。是的。 而且他其实第一波对于外面的密码机干扰的不算特别多啊，只是稍微干扰到了花园的密码机。对于3连那边应该马上被破掉了。看一下脸上的这台密码机，其实还能再回退一波，回退到60。到时候等佣兵叫人再来补。这一局求生者是带了3个化险为夷的。是的，这个时间肯定是能拖得很长的。再把小推的密码机一封，小推也能回退一波。 那这样的话，求生者会有20秒的一个时间差，佣兵下一波修完机子，其实时间来不及。一个主球想尝试关一下，但是在椅子面前的话，主球的一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而且这块板子也起到关键性作用，让这边双导也打不出来，然后飞行家还有一个牵制空间。对，当时你就不能贴椅子了，如果碰到那个主球的话，是很有可能被雨梦直接扔到另外一边去了。 这样的话，你救援完全救不下来，而且这里给到一个定格，让佣兵可以直接把人皇附近的这台密码机给开掉。这台密码机肯定是能开的，是，主要就是20秒的时间差在哪儿？在他们换位的时候，因为另一边换灯，他们没有换位，换灯时也是直接跟佣兵在那边进行破译，所以他离这个椅子还是比较近的。关键点在于佣兵破译的比较慢，让他去开花园的最后一台密码机会有点久。对。 这里看一下云梦，得把这台机子封住啊！是，如果说不封的话，下一波化险为夷套出来肯定能够的。
哦，这里是趁着你去封密码机刚掏了下来，对，直接偷。那另一边密码机大概还有40秒才亮，40秒的话想让这边飞行家去单独牵制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预判主球拉出来，飞行家也没有道具了。这一波求生者确实是没法争，毕竟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是少的比较多的。是，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求生者这边最后的一个密码机也算一个小3连，对于台球手来讲是能控得住的。墓地、大门，再加上大推的位置，是的。就看台球手接下来怎么控了。我觉得他可以去往大门一站就不动了，先攒点击球点，然后去准备开始消耗求生者的道具和状态。是，看一下第一波排到人是谁吧，手上是有闪现的。他知道墓地里面有人，然后中场肯定也卡着一个。不过这边是幻灯师，感觉不是很想追啊，说实话，感觉没必要追吧。我觉得可以把墓地密码机一封，然后走人。对，或者说干脆不封墓地，先去看看大推那台。是的，一个主球关到了，抓到了，那回来先打一刀吧，先把状态消下来。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墓地门口去连击球点，连到大推的位置。是的，毕竟你现在幻灯师其实离密码机还比较远，想正连的话，机子封不住啊。我打一个时间差，距离还是不够。对，短了一点。对，距离肯定是不够的。那就有点可惜了。那现在还得再多攒几个击球点。那这样的话，佣兵就可以去摸幻灯师了。先交一个主球，看一下能连上吗？再拐回来吗？先闪开。开咒术。那这个位置其实如果说知道外面在摸，可以强抓咒术。但其实没有主球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特别是马尾这边马上要三层的一个猿猴奏像了。对。三头碰不了了，只能逼下道具了。这个主球也没办法击倒。是的，毕竟3次猴咒术。哦哟，那主球刚好被废掉了，难受。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大推跟墓地的一个拉扯了，墓地已经在点了。是的，云梦还是想去强行击倒马尾，但马尾感觉还是能溜啊。而且这把马尾也是有回光返照的，这个中期的节奏追击的有点太久了。对，前面这层猴极限好，那这个位置可以垫一下，又能进板。感觉雨梦要去处理咒术的话，又要花上20秒了。看一下最后的这个主球怎么说了，还说他终于想要管密码机了，要不赶紧直接去找墓地的人吧，没办法了。主要是外面密码机都在点，手里击球点不太够，在这边消耗了太久的时间了。所以再拉到墓地，但是其实求生者这边反应很快啊，沟通的也很好，立刻就离密码机特别远了。现在雨梦密码机是管不住了，他只能去尝试去拖这个闪现。你前面半状态的幻灯师，你没有趁那一波去把他给打倒，对吧？当时你有闪现的，那你现在再想追这个满状态的幻灯师，而且他道具又恢复了，这种情况下你其实还是比较难追他的。但要追磊磊也可以，因为他知道磊磊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而且手里闪现拖到现在的话，开门战也能好。是。地窖的位置就在小门。对，看云梦这个动作应该是要选择强抓了，不管密码机了，因为再怎么管战，密码机肯定要亮了。但是主球怎么老是能抓到幻灯师啊？我感觉不太一样啊。就再补上一个击球点跟上，闪现还有30多秒。那下一个主球感觉不能再这么给机会了，而且密码机有可能会压好。磊磊在这个位置稍微牵制一下密码机，感觉应该是能够的。是。这个位置可以先主球封住。来了，又抓到了。怎么翻过去了？这神之误触啊！对，他是抓到了，然后把人放到对面去了。他没有，他其实放在脸上的，但是他点到了一个误触，他点到了一个翻窗。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是可以直接打倒，而且没有回光返照的。戴霞现在直接进入无敌，要冲地窖了，时间来得及吗？另一边的门90，先交一个主球，管一下地窖，刚好吸住，赶紧拉远。没飞轮，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保平。对于 GW 的求生者来讲，完美的完成任务。现在你熟练度足够的话，它是能够防住很多的求生者的 OB 或者说配合的。对的，一拳吃一刀，是还没地方跑。所以看一下这把消防员的宣电也是在争取把求生者往上面那个半场去拼嘛。那求生者也是争取在牵制的时候自己往这个大房里面。来看一下进入对局，追击目标要去大门，但是第一个叉好像其实封的不算特别远。他想先把这个单墙的密码机给封上，但其实他可以丢到这个3板的方向，然后再包也是一样的。
不过先进大房的话，看一下密码机求生者前期会被干扰很多啊，因为大房的人得走，然后守墓人呢，这个位置也得跑。感觉小火焰应该是在密码机封一下就选择要出去了，应该这个位置不太会选择继续追了。对，得走了。不过你往外找的话，其实外面的人也不太好处理啊，因为他们满道具的情况下，对吧？你又没技能，没闪现的，不一定好拿刀。对。 先压一下永次郎的位置，这个位置永次郎得直接出来啊！一波反走也成功上到了很多的水汽。对，但好在说是出来了，对永次郎来讲牵制空间还是有的。是，就看下一个叉，这个叉废墟能全包啊！所以永次郎这个位置得给止哥出去。是的。80。哦呦，闪现90，哇，差点秒了，很危险。这里如果说走位稍微不注意点，没出这个圈的话，那就秒了。再补了一叉96。 而且这一叉的话，也是让永章身上的水汽没法掉，对，还在住了，很危险。看一下有张狂，直接击倒，没法出销，哇！击倒的速度非常快啊！是的，还好前期不是第一时间追到他的。那这里求生者外围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有接近2台的，除了守墓人前期被干扰了一下，那这个位置基本上古董商下来是不可能26了。对。 这场击倒的又快，密码机又干扰到，这一局对求生来讲还真不好打。是，一波冲，还行。守墓人也是提前下铲了，这个位置是能够打到的。对，这个叉的范围非常大。拉队员外面是给到了一个振奋。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只能去补上自己的一个铲子了，不然的话很难去进行救援的。第2个铲子，但是古董商好像过半了。 肯定是过半了，那逼救了，我直接打你铲子，逼你救呗。但看样子，小火也想等一等，他想尝试让人救不下来，他想打手椅。对。但这样的话，其实就等于说让守墓人把这个淘汰进度给卡满了，没有在一直在骗。是的，围上没围到，没关系，可以多画几个嘛，多创造几个。一刀打到的是椅子。 哇，那好亏啊！这一波救人对于凌云来讲是很赚的。那这一波勇次郎手上满消啊，有机会溜起来了操作吗？但是半圆的那块板子已经没了，半圆的板子没了的话，不过小谎也绕了一波远路，给到了一点身位，这个地方很狭窄，勇次郎出销吧 ？OK， 打到了一下，还在拖这个时间。 等到你的止哥要结束了，再翻下去。对，现在手里没闪，对于永次郎来讲是比较好牵制的。但穷者的密码机还不够，一个云门先跳出水汽，一撞还行，没有撞到。边上好像队友来了，看一下这个位置得棍了，2棍4秒止哥。没错，但感觉不太够。 20好像来不及啊！哦，加速，一个极限小加速，拉扯进了板，再收，直接收倒。21层起不来，差一点点，有点可惜。 但是26也还不错了，对，已经拖回了很多时间了。求生者把密码机给撑到了4台。对于小黄鱼来讲，这一把需要去尝试争到一个多抓的。这个点位其实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小谎言不一定好快速续节奏，而且2楼这台机子管不到啊。是，这里跳下去。 拉队员手上花球马上也好了，有双花球。没想着去找这边的拉拉，得要出去找星辰。但这样的话，中场2楼的机子相当于是直接放给求生者修了。是的，很难再干扰到了。找到了星辰，星辰手上是有飞轮的。对，而且手里还有鳞片。哎，这块板直接反着下掉了，这一刀拿的还是比较快的。 手上有闪现，看一下小网爷要不要硬追呢？还是想控？楼上的密码机感觉太难了吧？感觉是很难控的。对，中场2楼密码机很难被鱼女封到。是的，是的。而且他其实上过楼了，哎，这里骗了下来，3叶。看一下。神秘出餐口。那这里找到了拉队员，这个点位有一波小减速啊，包起来以后60很多，可以尝试直接秒。他这一波闪开完。 看一下，继续追，而且星辰要往楼上走，这个点又骗了下来，哇，那全被骗完了，还好。说鳞片交好了，是的。如果说鳞片这波没交好，可能下一波就直接倒地下室了。但他现在身上的水汽是非常多的，还想去控2楼机子吗？2楼没人啊。是的，他就想2名没了，他想围一下吧，哎，也不是
也不想围吗？对，耳鸣都没有，这个位置围的话肯定是亏啊。对啊，而且他当时其实，在楼下，他能听到楼上有没有在修对啊，破译密码机的一个那这样的话声音的，手里又没人了，又给到了2个人真的很调整。有机会能尝试处理掉教授啊。是的，不管是教授还是拉队员，其实2个人都是半状态，都在废墟。你让那个守墓人他在3板那边破译，其实也无所谓的呀。再这样拉扯，感觉求生者节奏很稳固啊是。的，先撞上一波水汽，收到了，很可惜收插后摇，没法直接出刀。守墓人的话，这个位置也没有办法挂进地下室，感觉这把对于求生来讲，救人方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是的，可以看一下尝试撞一下。2个人都在2楼进行一个破译，现在你就管不到了。是的，那接下来就是一波手椅方面的博弈了。就看星辰这波救援了，而且我们还需要注意啊，拉队员手里还有化纤唯一，是，他到时候开门战还能再救一波的。一波水汽50多，保到，下一波得要去围陷阱圈。是的，但是星辰那边也可以等密码机密码机压好了，压好了再过来，而且他也不着急，可以等自己身上的士气掉一掉，对他毕竟是有回光返照的，不用着急。士气50，感觉可以出发了，可以尝试去压椅子面前的人了。主要是守墓人这样的话也要过半，有点危险。直接拿一刀。那这样的话，如果秒掉守墓人的话，其实雄者离门是比较远的，看一下能不能找机会压起身吧。对，要拖一下。哎，这里是这怎么停下来了？对，他是2波撞下去能撞到的呀，感觉都很亏啊。被守墓人进了这个废墟手里没闪，处理不了。你要硬追的话，感觉就是保平了。消幻炎，这地形感觉还是比较好牵制的。真要硬追，那感觉这把就是保平了，没什么说法了。波受差，而且闪现马上好了。凌云手上是一把镇静剂啊，地窖就在女神像，但是也没办法靠过去了。对的，倒在角落，最后拖点时间保下平局。那这样的话，对于 GW 来讲，其实压力还蛮大的。是，其实这把放一个，然后大门放一个，这3个人呢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可以进行牵制的。对，大门是救人位，你也追不得。然后还有一个人随便放人皇也行，但一定得抗压，不想去被求生者牵着鼻子走。选到女神像的位置，这样的话脸上3个都能追，2楼对于杂货商来讲也不算特别惧怕。是。来看一下雨梦这个追击目标，想要去放到废墟。是的，直接找马尾的囚徒。马尾这几把的发挥其实发挥的挺好的，他的一个个人牵制都挺不错。没错。但囚徒这个地形的话，我觉得杂货商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能去快速拉近的。是的。看一下马尾现在走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但是雨梦没有发现。如果说刚刚第一时间能够锁定马尾的位置，感觉不是这个卡红光压位置了，他是卡红光卡的耳鸣都卡没了，这有点太夸张了。那终于也是再次排到耳鸣，也看到了脚印，对，位置锁到了。窥视者直接把查出来，这个位置封死了。也拉近了比较多的身位啊，手链度还可以，碎石补一个，直接给一刀，拿刀拿得很快，没错。那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开门进去了，看一下。压藤蔓想把人压死在木屋里面。对的，马尾这里往外翻出来了，反过来接了一波，能直接进中场。没错，那要等下一个藤蔓了，而且下一个藤蔓很有可能赶不上这个推进器啊。看看来得及吗？来得及吗？应该是能咬到。孤岛的是谁？孤岛是苦丑，那没办法了，也只能先打一刀了。毕竟你这波过来辅助我，上面是一个慢翻，触发了一下反弹。你这波过来辅助我，让你半状态回去找队友调整，也是浪费你的密码机进度的。会很多，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架死了，马尾也牵制不动啊。是的，不过手上暂时还没有碎石，倒是不着急，想吸藤蔓，我觉得这个位置吸藤蔓会亏一点。但好在说手里樱头小猎还有。是。来了，还在。这个藤蔓倒了，还是挺准的。1分44秒，还给了枯丑一刀，这样的一个节奏，对于求生者来讲反而是亏了。是的，因为相当于是有一个化险为夷，必须要去调整状态。这样的话火灾可以进行第一波的一个救援。哦呦，直接通缉到了。那这样的话，那很难受了，节奏很好了，可能要被逼秒救了。不过还好，雨梦手上的充能以及技能的存储量不是特别多，只有一个碎石加一个藤蔓。但也够了，想要去逼救也够了。
小心这个板子，哇，抽到了。看一下下一波要扛吗？要扛的话，感觉可以尝试打双刀啊。是，这边来帮忙辅助放一下气囊。对，火灾感觉得走了，先打掉。但是如果火灾不走的话，外面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呀？不然的话，囚徒一会儿倒地，没人能救啊。直接炸到，我觉得可以直接给刀了。我觉得先打这个火灾啊，直接给刀啊。你把他打倒，其实囚徒是转不走的。看一下这碎石捏得很死，但是封住走位没炸到。哎呦，你前面不打他，他现在又扛起来了，你难受死了呀！要不赶紧打吧，真的。撤刀，打吧，尝试一下。哎呦，好短，这里啊还是尝试，都没打到。你干脆把他打了，我求你了，打倒他吧，真的。碎石又被躲了，这波真的拖了好长的时间。现在藤蔓又吃到。你其实半分钟之前已经可以把他给打倒了。对啊，然后碎石慢慢炸，点位慢慢架，地上有窥视者，这个人早就倒了呀。是的，那藤蔓也是可以。你的出刀虽然说很松弛，但是你的藤蔓又弥补了这一点啊，迅速的赶上了囚徒的一个身位。但是对求生者来讲，现在进入一个困境啊，总不要让法罗来救人吧？有点难吧？狮子魔可能来撞救啊，大救一波呢？对，得来撞救了。贴到脸上来了，大救，然后火灾又要起来，接着保，现在是双人扛刀。这里其实可以考虑回头吸一下密码机啊，封一下密码机，然后再追击的。但的话有点太远了，人会走远。看一下针。哦呦，这刀针对刀，说你这针对刀早来不就好了吗？是的，你以为他不想吗？但他也没招呀，对。那准备拖一拖，切个兴奋吧。哦呦，一波电断了藤蔓，手里的一个冲能不算特别多，是的，强摸，原地有一个队友先把这个地上的自然交易给吃了，是，该不会能强摸起来吧？兴奋还差几秒，两个人想强摸，怎么说？手里直接打刀，直接通电，全员都有回光返照，好像真要做到了，有机会的。但是这个时候手里还有底牌，看一下这个藤蔓能中吗？没有中，一波反走，马尾得倒了。但是求生者因为前面4个人都在废墟啊，所以这波门是点不开的。先开一个门，方便自己快速挂人。小门还没点上，求生者要再拉扯一波了。但这把火灾被通缉到了，手里道具哭臭也没有火箭筒了，而且脸上有耳鸣。他这里先传送过来，防止有人在点门。那现在人皇的地窖，火灾已经没有道具了，难走，而且牵制天赋路线全被拦到了。对，另一边门刚刚点，火灾。走不远，是的，这个地方想反拐一下，但是也不好拐啊。去哪呢？不好，还回来吃饭吗？半圆这个板还在，不过苦丑已经没道具了。这苦丑怎么下个板啊？忙里偷闲，你还回去下个板吗？这下板是什么意思呀？你下了板，你在医院里面待着，对吧？你找机会走地窖也行啊，还有机会打出来。哇，我真绷不住了，这是在干嘛？这样的。不是，很怪，你知道吧？很怪。首先是第一波，雨梦追丢了就在脸上的火灾，给到了身位。对，然后火灾走到了鸟笼，出去了路上还不忘回头下块板，是的，把自己封在了板子外面。然后这个时候门口再被拦了一波。对的，那位是恭喜 X Team 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或者说是魔术师也可以站在大船，飞行家站在大船的话，得配合自己的一个弹射天赋，才有机会能牵制钩。就这个阵容，谁带化险为夷，我们应该都不会意外。小船的一个魔术师，大船是一个飞行家。那是让飞行家站在大船进行一个抗压位，那他的天赋携带上可能就要携带一手弹射，然后才能去牵制个救援员了。看一下，果然是往大船方向。那羊驼这一把其实也带了牵制的天赋，大船的话还是可以先用弹射兜个2圈的。这边的话是有窗弹的，可以进行一波拉点。转点方向的话是考虑往中场3板的板区进行转点。对，其实这个有点危险，翻到脸上好吓人。他是携带了一手板弹加速，其实在翻过板子之后，他可以稍微绕一下这块板区，不用急着翻回来。对。准备背包上大船，没飞上去。你看，那这样的话不能转大船了，只能转海边去。看一下2个小短板玩的怎么样。拖刀，那这边还有一个博弈的机会，选择连续过3次，再用背包去规避下一波博弈。抽刀抽到了，
接击倒，开局时间54秒，这个击倒节奏还是非常快的，而且是省下了自己的一个监控者技能。对的，闪现才刚好呢。其实，就是海边追大船这个割据追击点是有点像终点站或者起点站这种公式化的一个追击，有点老生常谈了，就看你穷者这边应对割据的一个公式追击有怎样的处理方式了。嗯，这里直接选择一个秒救啊。 不过是一个无伤救，还可以接受。嗯，那这里也只能倒到最海边去了，挂的久一点。那第二波的话，得让园丁来刷这个化险兵才可以。嗯，看一下这里园丁有没有打算过来稍微的拆一下椅子。板车已经过来了，海边这边能挂的最近的椅子就是海边这台。 然后 CCN 这边也是意识到了园丁想打一个体系，想进行驱赶，留了个回速。但是如果牵人的话，他再过来，哎，在钓鱼这边，哎呦，也是防得很好啊。哇，那这样好难受。回速过来，隐约断了，只能走回去。而你走回去牵起来，那等于园丁就可以没有风险的去拆这个椅子了。是的，就看这边的飞行家有没有携带一手求生意志，应该是有的。 先放下来，那园丁可以回想一下，虚个盾，再强行的拖一波擦刀，把这个椅子先压好，不急着拆。感觉CCI是想直接换追了。接下来如果是但是短板博弈上砸了个头，盖板是的。那但是现在换追园丁对于穷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呀。嗯，主要是他不换追的话，一定会被摇下来，就进求生者节奏了。 没错，他换追的话，至少羊驼一直倒在地上，是没有办法进行破译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再牵，你有闪可以直接处理园丁的呀。这波大概率挂上了。虽然说是压好的，但是板车这边撤离的位置可能会比较远，不足以拆掉这个椅子。对，哇，那这波挂上很关键啊，节奏就截然不同了。而且园丁现在回想一下，也刷不出来了。对，这样节奏反而是被 CCN 这边无缝续上了。嗯。 这波挂上真的太关键，假如没挂上的话，那节奏就完全不一样。那林晓过来补救，应该是来得及的。这个铲子拖慢了擦刀，对的，想拨一个手椅震慑。雪谦还是比较急，想打针对，打椅子了。那这样子一个无伤救援就弥补了没有化险为夷的一个弊端了，而且还在海边牵制，一会儿园丁还是有机会再来一波拆椅体系。 哇，一个极限的背包交出来，还能在短板再玩一下吗？有机会。这边被击倒了，园丁最好还是先撤离吧，毕竟是当面毕竟是刚开始被击倒的。如果是再去强拆椅子的话，被续上节奏可能就不太好。有点太危险了。看这一波有没有想来？没有，选择补好状态，应该是准备保平了。毕竟机子差的确实比较多，而且飞行家这里没道具也没回光返照。 哦，大船的这里也是停止了破译，都做好了扛压的准备。等到板车这里跑到角落去，能够2台密码机同时给压力的时候，再进行破译。没错，穷者这边就避免没有回光返照的园丁会进行2次续节奏就可以了。嗯，可以说做这一波临时反应过来的一个运营还是做得很到位的。这边也是很极限啊，躲了一刀直接翻板，但是还是被拿到了这一刀。 林霄已经没道具了，这一波是针对他的好时候。毕竟是大地图嘛，虽然也是携带底牌的，所以只要他能一直针对这个没有道具的守墓人，开门战他手上捏个船是很有机会开门战造个三抓以上的。对的，大船密码机是一个73%的进度，那就要园丁在双11角落那台密码机就可以了。是，哇。 这边挂，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压大船的密码机，3个人都会在大门，而守墓人看门战很明显是撑不住的。而如果是压角落密码机，角落到小门也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虽然这边想打一波疲于奔命去守下双11园丁的密码机，嗯，但这台机子。 但穷者这边也还好，可以接受。那无伤偷了，那既没有守到遗产机，也说是没有守到这个人。我觉得就是直接硬守墓人，然后开门战的时候针对守墓，这去围绕这个大门去打一个3人开门战会好一点。对，看现在来不来得及在密码机压好前击倒园丁，园丁是没回光返照的。是的。好，这个时候你看。
小雨已经准备好在大门扛压点门了，但是双11两块比较强力的板区还在，不过这个抽到了园丁，那也只能亮，再救人已经没有意义了。那边也是第一时间贴到了大门的。 挂上园丁的话，密码门的话能开到60%、70%的一个进度，应该是能直接打开，除非传送才能够打断这个。如果要走过去的话，这个门是有可能能开的，能开的。选择压一手，对，回速看能不能拦截住守门人。这里也在回头，闪现，闪直接闪倒魔术师。虽然小雨这里交出了魔术棒，但还是没扛到刀啊。对的，他预判了这个闪现，但是没预判成功。那这样子的话，穷者还得进行一个拉扯。 挽留时间还有81秒，魔术师是肯定做不完这个挽留的。那这样只能强行来打大门啊！位子，对，现在谁敢去小门，那等于是把另一个控中场的队友卖掉了。所以2个人来打大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前面灵巧道具已经消耗光了，这里很容易要被击倒。被击倒那边，而板车的话，这边的要救人不点门的话，那可能要4抓的。 去个盾去救这边魔术师，点门至少能跑一个，那盾消了以后不是，哎，有化险为夷，有化险为夷，打到盾上了，很可惜啊！碎酸这边如果说这波能让他救不下来的话，那就有机会4发了。对，这波盾很极限，这在按估计也是猜到这个化险为夷。环下是一个地窖，林晓交了自愈，再往地窖走，船尾。哦，他在海边的一个地窖，那这样子身位有点远，有机会能拦住。不过这边隐喻断了啊。 这做到了3跑，3人看门战的一个3跑，这是在我们解说没有想到的一个局面了，算是。然后古董商是可以不带的，他就自己被追，一定要双弹来牵制。如果自己没被追的话，也要靠飞轮看能不能去操作一手就打下来。往往的话，木偶师或者飞行家牵制能牵的一个区域选择。 武器这边是选择了小船外侧的一个位置，小船里侧就是他最想追击的古董。开局找一下承载这边的古董商，现在双弹，但这里绕到了身位了。对，而且第一只猫好像是咬中了孤神。哦，一个云门想去拉开距离躲，这个云门还是很细节的，利用你那个炸毛的一个枪指嘛。 而且其实云门最高点的时候是可以躲掉那一个沉默的，对，就差这一点点身位可以安全清窗。第2只猫感觉要被架在双11，这个板子应该还是得必踩的，踩掉之后的话有没有机会踩晕？哦，承载已经尽力的在躲了，但是角色克制还是摆在上面嘛。那这样只能趁。 使徒交互的时候，看能不能打个几棍。第3只猫也咬中，那这样子的话，看这个棍子怎么出。翻下去了，那这只猫应该大概率是废掉。但是闪现也马上就去了。对，把技能封掉，这样只要有闪现神驹能够稳定击倒。对，不过承载这边身位也卡得比较好，一直在往外侧拉。对，不给你任何闪现的机会。他绕的一个位置很精妙，没给武器快速拉进神驹，这里。 丢道具了，哎，对的。那这样子被击倒的话，节奏1分20秒是一个平局的节奏。看一下手椅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2个化险为夷是够的，但是地图很大，你这补密码机跑图会很麻烦。他们选择让白纸的木偶师进行1次救援，那救完之后要不要考虑古董商直接带走，让木偶师原地兴起？ 哎，2个人在打配合，对，帮忙分担一下救人的压力。这波拉回来，血线很急了，感觉这一波有点危险啊。过半，卡过半应该血线机会过了。那这样子过半秒救的话，对于穷者来说就没有任何真胜面了。是。甚至无期只要快速处理掉承载，手上技能是好的，有机会去续节奏。 因为你的闪现是一直没有交的嘛，完全可以切手传送去看外侧密码机哪一台在抖。尽量延缓一下这个挂椅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得看外置位的木偶师和飞行家的2次扛压能力了。
守墓人有2个铲刀，应该还能自保一下，直接传到沉默人旁边。沉默人前面交过一个背包了，一个弹射的飞行家，但是有纸猫的情况下，这个猫有机会能规避吗？还没2阶，所以没有2段跳，应该是能废掉一只的。进入到木屋这个点位就是比较好轻置10万了。而且手上也有一个悬停在，没有2段跳很难赶得上。这里交互应该隔窗有刀，开出了2阶。那这样子的话，就尽量想办法去起一个陈某人的上挂吧，确保开门战手上有人。海边也在破译，沉默人这里也在犹豫，如果往海边带，可能能管住密码机，就亮了就可以带过去了。对的，交出第2个飞行器。但这边应该还是要被击倒。哦，补一个前提，是，但是还是要被击倒。他刚刚这一波背包其实可以省一下，留到开门战进行一个使用，因为你交了和不交的话都是要被击倒的，而且外侧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对，可以省，而且你交了，你干脆交了悬停交呀。对，就是用悬停去衔接自己的更远啊。不过好在它是携带了回光返照的嘛，所以说开门战的话也是有一定自保能力。木偶师这里只要一直交路易，还是能把这个化险为套出来的。问题就在于贴门会比较麻烦，打一刀，而且是打到了路易上，那撑了很多的时间。守墓人的话是有机会能卡一个过半，要不要传？直接传到遗产，守墓人刚是交铲赶路过来的，所以铲子还在冷却，来得及吗？踩个板应该能下，续出来，那得赶紧拉住这台92的遗产机才可以的，直接打出来，有机会挂回来、啊对，有机会能挂回来。这边放猫击倒是可以挂回来的。木偶师应该是在往这边机子跑，白纸再跑过去，但是救人怎么救呢？这是一个难题。他们决定让飞行家在要不外侧兴起一台木偶师卡满住这个人吗？只能亮了。卡满的话，那一旦发现你机子亮不了，他找到木偶师，把木偶师击倒，机子没压好是4抓，还是直接亮会更加理智一点。对，就看木偶师满状态能不能撑一撑了。吴奇这里还得防一下飞行家去偷人，但是他很果断的杀出来了。对的，那就看飞行家的一个位置。点门的话是肯定能稳定跑一个的，不过他们这把跑一个不够。应该是去救人。你看小门方向是没有人，这边还可以再摇一次路易。对，你看开门战的木偶师就是能撑很久的一个时间。同一时间段，飞行家也是刚好偷下了这边的守门人。对，想用尸具去顶，但没顶掉。传送时间是有机会能拖好的，那个门应该是刚开的时候传送就好了。是。先放一只猫，看一下守墓人们能摸到什么道具，感觉更多把赌注压在门口了呀。是个针，就看武器这波敢不敢传送。传过去没有猫，完了，这个门是一个刚开的状态。对，挤不了2个人，只能挤出去1个，那这样能够再留一个人。对，完成了一个3抓。这波真的是胆大心细啊，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多抓的机会。是，把传送的一个玩家去选择求生者的话，应该还是要携带2个化险为夷。那么这个化险为夷轮到谁身上带呢？之前是能看到一些纯化险为夷的教授，教授的话他进入追击节奏，他也平地拿不太到刀嘛，所以还是要去驱赶一下佣兵之后，找一下要么火灾，要么教授的。是。要攒一攒击球点。来看一下梦幻小迷，前期先把佣兵赶一赶，对的，不让你太早进入破译，并且去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对的。这里我的调查员还是比较敢修的，捡了一个小鳞片。再往前走的话是教授，有点想进行追击的意思。感觉应该是封住他机子，然后去找火灾调查员的概率会大一点。哎，是有这个想法。还在驱赶这边的教授，那现在他的视野，你看他的一个余光一直在看冉维，看冉维的方向。他只是希望冉维能修一点密码机，让他追击的时候刚好能把他前期修的密码机包起来，封闭区域能减点进度。对的。
这个板子下掉的话，哦，鳞片弹开，再下掉另一块板区。是的，把机子锁一锁。那前期一个追击，感觉还是要等闪开。但是冉维这里的话，他的球可是一个还没交，交了以后是有机会拉开闪现身距不给闪的。哎呦，失误了！去击飞对面的监管者，但是并没有击飞到，反而是吃到这一刀。对，梦幻小迷这里有意识的去躲你这一波球了。 躲你这一波气囊，那这个闪现的话倒是能吃出来，不过这个牵制时间是完全不够的。2个气囊好像也都处理掉了。哎，没错。还好说是带离了绿河那边的地下室吧。不过中场这台密码机的话，佣兵就修的会比较痛苦了。嗯，要一直被回退进度。这把对于台球手来说是一个争胜局啊。是。 还能再把羊驼的密码机回退一下，一个主球，但是这个主球放的会有点歪，给到一刀，小雨准备过来 OB 陪跑一下，看这波2-4牵制能不能弥补回来1-4牵制的不足。有反弹能弹一圈，主球打出来，抓到了，那直接拉到这个古董商来不及救的地方。对的。但是古董商毕竟来了嘛，肯定还是要强行再 OB 一波的。嗯，主球交过的情况下是有机会的。直接牵，有惯性，挂人的话还是比较快的。跑速的话肯定是台球手更快一点嘛。再来打一个主球，不过求生者也是防范到了。嗯，有爆点嘛？现在场上密码机是完全不够啊，加起来总量还不到3台。对。 而且中场还能进一步干扰，这里无伤救下来，打了2下，拉开一个身距，利用梦幻小迷想管密码机的空隙，一个无伤救给求生者一个喘息的空间。对，但这个主球能拉到下个板区，还是抓到了。而冉维这里是没有携带飞轮的，而前面气囊又交了，等于是把他移到空地，没有任何操作空间。蓄力刀想骗鳞片，骗出来了。 抽刀也把飞轮骗了出来，那大不了等个主球嘛。对，蓄力刀拿一刀，哇，延迟刀气，感觉是想打个连棍拖火的调查员自愈。但是冉维这边是没有携带红光返照的，所以自愈速度会比较慢。那这样还把古董商打成了一个半状态，接下来的一个惯性是能够有个3层的，而且现在梦幻小迷的第2个闪现也马上就好了，牵制压力非常大，得提前交出，感觉要闪开了，要不交护腕的话可能会被闪现击倒。哦，有点太过于省道具了这波。中场的密码机能补量，最后一台也在破亿了，他选择先控场。 逼你求生者去进行一个互摸，这样的话，最后一台密码机根本没人修。对的，小雨这里的话，道具也不是特别多了。现在手上还有主球的，这边古董商牵制压力同样很大。对，但还好这个木捆的话是比较克制你走地的监管的。对，看这个主球能收回来吗？哦，那直接把古董商击倒在遗产了。 这样子手上有人的话，就是一个台球手多抓局的节奏了。是，而且尽量往中场挂，也是为了挂上以后能够用击球点去锁密码机。这边还有火灾调查员之前遗失的气囊，一会儿也就处理掉了，最后再清吧。羊头想利用一下，你处理气囊，我就直接无伤。哎，求生者休息的时候还要防一下这边台球手的主球。对。 想守着打针对，毕竟教授的话有鳞片，你去逼他，他也可能弹了以后无伤，所以干脆就是椅子面前站定手了。推个零，看能不能保一波古董商的2-4牵制。哎，套张化解为一，那就拉远。那小迷直接选择来抓佣兵，佣兵的话这一波护腕就得交出来了。 手上3个护腕，牵制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能再倒，再倒的话，战争后遗症叠太多。但是同样，外侧受伤的求生者太多了，导致这个惯性叠加的会比较久一点。
再连个击球点改变路抓到空地，这护腕不敢弹了，弹出来的话，大概率还是要被击倒。对，要被打断之类的。那好不容易鼓动起来，又一个队友倒下。 陷入了一个相当于是个死循环，对，有点疲于奔命了。接下来梦幻小迷能拖出来闪现，而求生者的话，除了教授的鳞片，其他的都拖不出来。这边手上还有击球点，想去找一下外侧的古董商。战争后遗症叠很多了，你摸也得花很多时间。闪现好了，感觉是可以直接闪倒这个小雨的。看这波飞轮能不能预判一个反弹。 哦呦，直接击倒，点站一下骗监管者，然后再使用飞轮，但是还是被这边梦幻小迷击倒了。对，教授也知道佣兵比较难摸，选择先修机，那这样可能要佣兵交自愈以后再来救人。这样的话，梦幻小迷知道你2个人的方位，可以直接选择拉出去拦截，而且这波又是形成了一个封闭领域，能管到外侧的密码机。后面的主球不会把佣兵抓了吧？ 哦，有点风险，毕竟台球手的这个灵活性会比较高一点。这个淘汰进度会有点极限啊，赶紧贴到椅子旁边了。是，又想打针对，这波的话不仅要救下来，还要扛到刀才行。飞轮点刺一下可以进到交互点，那外置的位的密码机可以直接通电，可以亮了。古董商反正也没回光返照。对的，这波求生者的配合就非常好了。梦幻小迷想要多抓。 知道佣兵没自愈，先来处理佣兵，而古董商的话离另一个门比较远，没错，但是他这个退杆的位置不是很好，没有迅速的贴近佣兵的一个位置，是惯性也被荡神给消耗掉了，而且这边另一个门是可以开完的了，打一刀的话是可以直接冲门的，得他主球还用了，那这样的话完全拦不住了呀，拦不住了，完成了一个3跑了，对。 这个局面竟然被路的求生者又扳回了一个3跑，古董商选择不点门冲地窖去了，窖就在大房后侧的位置，是完全可以走到这个地窖的。梦幻小迷击球点不够啊，感觉是第一回合的复刻版。是的，我中间看下来一度以为是一个3抓4抓的一个局面，完全就是第一局的复刻，或者是法罗女士。对于法罗女士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她的那个匿迹是可以持续恢复的，就是她可能会有2、4牵制以及3、4牵制的能力。是，她被保的一个收益还挺高的。你像火灾调查员的球给她一下，她弹出，反正我中场选个佣兵，我可能还得规避，我还修不了。那不如让该拉点的人开局就拉点，佣兵可以埋头苦修了。那这个选点的话，对于歌剧演员来说，他完全可以去追大房的信号。那果然去大房。 找下承载的幸运儿这边的位置的话，其实会被歌剧演员留个影子进行架点的。交出弹射，同时隐喻回速，第一刀感觉有了。哦，短板博弈很关键。这砸到一头，相当于吃了一刀。还好说是砸到这一头啊，可以把这个牵制时间给拉起来。是，那可是死亡板啊。对。那这里的话，长板就按顺序下就行了。 还剩一个短板，看博弈，想抽，哇，直接大胆翻一个护腕，很极限弹出来了。这波操作行云流水啊，承载的个人牵制能力还是很强啊。是的，而且又进了另一块长板，接下来的是3连小板，可以一直下。对，而且中场是有一个火灾调查员的。这里抽到一刀，可以去上楼梯，上2楼去玩神梯了。利用庄园老友的加速，可以不给任何的闪现身位。隐约断了，那这样只能慢慢的走到闪现身距再去交闪了，还要造板弹，但是板弹差一点，差上1秒钟好。对，空了一刀来得及吗？来不及翻了。 这个牵制时间可以说是对于幸运儿来说非常优秀，很不错了。在短板博弈里面，其实占据了2波优势，就一波砸头，一波极限的护腕弹出来。就看这个密码机佣兵能不能稍微卡一下淘汰进度，拖外侧法罗女士的一个破译了。就2个化险为夷，套上以后要导到一个不干扰密码机的地方，而且得让监管者稍微牵你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对。 这把有一点点机会能把密码机修够，是。护腕弹过去，
一刀两个人分散开，佣兵要去修台新的，而火灾可能要去把佣兵的那台不亮，已经不亮了。对的。后面就是救了人以后，可能得用命去扛，但是你要来救人的是火灾调查员，他也没有回光返照，你用命扛的话，可能反而会成为一个伏笔了。对，最后一台佣兵的话，他就本来就修得慢。 这把要扛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点，很久很久。他得拖到法罗女士破译完自己的密码机之后去，法罗也得来扛，就两个人一起来扛。对，看他们怎么去处理这波节奏。哎，但是排到了这边陈某人的位置，手上是有闪现的，还好气囊及时弹出了可以贴近椅子。看这波扛刀。 先打火灾调查员，不过手上有闪现，武器现在完全可以等你这边化险为夷时间结束之后闪现带走幸运儿。想卡断隐喻，哦，卡断了，这一波至关重要的卡断。对，在弹气囊的过程中，刚好把无期的一个隐跃过程给他打断了。密码机是一个60%的进度，手上有闪现。 直接闪现击倒，那密码机还差30，根本来不及能够提前减员，甚至还能续上火灾调查员的一个节奏。而火灾调查员又是一个没回光返照的，所以说你开门战的时候，这个火灾调查员怎么活呢？哎，其实这波看下来，可能就像卡卡你说的这样子，法罗女士跟过来一起扛刀可能会更好一点。是。那这样还有地下室。 哦呦，那这样子没有回光返照的火灾调查员很难被救活啊。按正常来说该亮了，但是斗武必须要3跑，所以说他们还不能亮，还得来扛，得一个法罗救人困难的人来地下室得把队友扛出去，而且歌剧演员的出刀速度是非常快的。哎，直接无伤先下刀，一直扯，感觉吴七也意识到了什么，按针对刀想去打针对，落地针对吗？ 打到一刀，哦，哎，两刀都扛到了，还真扛到了，擦刀是。佣兵去点门，他们得撑到佣兵把门点开再来扛刀才行。没错，这边还是决定追一下陈某人的地窖在这儿，有机会，这边是有弹射的，得看陈某人的自己的个人实力了，得博弈起来，踩一块板区。那这样子，火灾调查员有没有机会进到前面板区呢？下掉了，那这样子门马上快开掉了。 要把逼出去，把板踩了。那这一圈先往里拦，有回速，得夹住点位。陈某人没操作空间呀，没有道具，只能被击倒。一个飞轮。那这样直接把陈某人牵起来挂飞，保下平局，也意味着ZWU2比0带走了对手。对，可以看到ZWU今天状态是非常火力全开啊。是的，让我们恭喜ZWU。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干脆2比0。而且ZWU赢了以后，也意味着明天有2支民间队伍，一定有一支能脱颖而出，来到我们后面的线下。还是北京 WBG 对阵成都 GG， 然后第2场是 X Team 对阵ZWU，然后他们的胜者是直接晋级我们的小组赛，然后败者的话是相互之间进行角逐，胜者晋级小组赛，对的，败者的话是直接被淘汰。是，那明日赛程第1场。 成都 GG 对阵北京 WBG， 第2场是ZWU对阵 X Team， 第3场的话就是他们俩的败者再决出最后一个名额。是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比赛啊。嗯，没错。